以魂飞魄散换神意通天。谁来杀我？我不是欠了一屁股债，走投无路跳河自杀了吗？这水的味道怎么……喂，你这臭猫，竟敢在本大爷身上撒尿！等等，我这是穿越了。恭喜你成功穿越，复活成一名乞丐，并获得长生不死系统。复活成乞丐，恭喜个嘚儿啊！长生不死系统又是什么鬼？而且这副骨瘦如柴的小屁孩身体能做什么？快让开呀！马车失控了！哎呦，被撞成这样都没死，难道这就是长生不死系统？我复活了！死亡评价等级 D， 本次死亡奖励技能点1点。天哪，我这是被安排上了什么鬼系统？死亡评价又是什么？让我靠死亡来升级，给一次涨点7力又是什么鬼啊？代价和收益太平衡了吧？这力气也太大了吧！系统，你还是有点用的呀。哪来的乞丐？死在路当中。我去，原来尸体竟然还留着！原来复活之后，身上的东西都会1比1复制到新身体上啊！那不就表示只要我愿意，就能通过复制赚到第1桶金了？可是死掉真的太疼了，但要是不是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一乞丐开局实在是太难了。要不试试吧，反正都死过一次了，也没什么好怕的了。嘿，乌鸦坐飞机！嘿，撑死我了！3种死法难度一个比一个高，怎么评价一直是 F 呀？复活竟然还有次数限制，也就是说，如果我在复活次数用完之后不小心意外死亡的话，等于又要在这个世界消耗了，绝对不行！就算系统要让我用死亡来提升能力，我也必须确保我的死亡是有价值的。一定有什么死法可以让系统价值最大化，让初来乍到的我站稳脚跟。求求你了，还给我吧！说好了今天还钱的，我母亲还等着这笔钱买药，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呀！这就是我要找的方法。老子放开！我帮你把债要回来，如何呀？你是哪位？专门帮人讨债的。老子就是不还钱，怎么样？有本事你杀了我！你干什么？你要真杀了我，你一个子儿都拿不到。放心，我不来找你讨，我让我的鬼魂去找你要。你别死我这儿啊！你有病啊！评价上升了。我来找你了，还钱！果然有门儿。大郎，该吃药了。嘿，毒妇，你果然想毒死我们！大郎，求你饶了奴家吧，都是南门的那个大官人指使我做的。这眼血里，请千万不要推辞。没想到你兄弟竟然愿意为我试毒。没事，兄弟，我乔家人最喜欢助人为乐了。嘿嘿嘿。靠着讨债和替人赴死，不仅赚到了穿越后的第1桶金，在镇上也开始小有名气。而且我还发现了，只要我的死亡是替别人出头，死亡评价就会比较高。死了那么多次，
我的身体素质大增，现在的臂力达500斤，奔速每秒10米，远超常人。但也有新的问题，靠助人为乐刷的评价，目前最高只能到 D。想要刷出高评价，我需要更高质量的死亡。据我所知，这是一个仙武共存的世界，大奸大恶之徒众多，高质量死亡必然要与这些人交锋。然而，我的身体素质和仙人武者比起来差太多，而且复活不会让我变年轻。显然我不会停止生长，我需要功法，有了功法才能找到新出路。请问，是讨债王乔木吗？啊，好绝的古典美人，她看不见，好像现实版的宁红叶呀。哈，是，我就是乔木。半年前，河阳乔家被5级会灭门，只有我一人幸免于难。这笔血债，你可能帮我讨回来。血债？作为交换，我可以将我们河阳乔家的长生拳传授给你。你真的不姓宁吗？哦。老板，来10斤精肉，细细的切做臊子，不要半点肥；再来10斤肥肉，细细的切做臊子，不要有半点精。这瓜保熟吗？你故意找茬是不是？本人姓乔名木，就是来买肉的。老子把你切成臊子！看我绝招第8套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嘿，呵，大！杀人了！杀人了！老子没忍住！就是杀人了！太疼了！被砍死的感觉可太疼了。死得那么惨，系统啊系统，你可得给我多来点好处。哇，第一次刷出了 C 级，而且一下子就把长生拳入门刷满了。不愧是5级会的案子呀。嘿嘿，不能放过他，得让他多杀我几次才行。大人，属下今日杀了个小鬼头，那少年用的拳法是河阳乔家的长生拳，可乔家半年前被咱们5级会灭门，未留后代，此事蹊跷。难道乔家真有漏网之鱼来找我寻仇？不管怎样，乔家后人全部死绝最为稳妥。谁？你不是死了吗？我乃乔静，你杀了我弟弟乔木，我要你血债血偿！嘿，看我家传绝学！100分百，空手接白刃。那刀已经在我手里了，怕不怕？你要不要看看你的手再说话呀？刀被夹住了。去死！这厮为弟复仇，悍不畏死，倒是条汉子。死亡结算中，死亡评价等级 C 减。情况有变，刚才的密信如果寄出去了，反而会误导大人。敢杀我弟乔静，怎么又来一个？拿命来！也好，既然你们找死，那我就将你们都杀干净。求之不得。还没完没了了，到底有几个呀？有完没完？死亡结算中。这是什么？新皮肤？死了4次，死亡评价逐渐在降级，长生拳的熟练度增长也越来越慢。对一门武学的掌握程度越高一级越难刷，看来我还得努力多死几次才行。
只剩最后一次复活次数了。要不7天后再来？但是郑屠户已经怀疑我是乔家人，不能让他们察觉乔家还有遗物。和郑屠户的第4次对战也几乎打了个平手，长生拳恐怖如斯。既然如此，那就趁他病要他命。这几个小子，一个都比前一个实力要更强一点，死的这个已经和我实力差不多了，应该没有了吧？哈哈哈哈哈！当然有。前将正义。哼。哦，郑屠户写给武吉会的密信，乔残雪的情报没错，郑屠户的确参与了河阳乔家灭门案。带给学姐看看，还能换点什么好处吧？你去哪儿了？我就出门逛了逛。不对，你的声音不对，你不是乔木。学姐感官真是敏锐。哎呀，变声期嘛，男人都有这一段。我不信，你可有证据证明你是乔木？你真的不姓宁吗？啊！天天福利，心情简直不要太美丽。我一定要给学姐搞个宁红叶同款套装。真是你，还是原来的味道。乔家灭族后，我的双眼一直蠢蠢欲动，是天眼将开的征兆，一切蛛丝马迹都逃不过的。你可别想着骗我哦。您可别瞎扯了，天眼，我还写轮眼呢。话说回来，姐，你打算什么时候传授我长生拳练劲篇的第2章？不要好高骛远，想要练出内劲，首先要打熬气血，增长力气，这个过程少说都要5、6年。我这不是想快点给姐报仇吗？而且我感觉在练力这个阶段已经差不多了。嘴硬，来，姐姐给你摸摸骨，看你还差多少火候。好硬！你让我摸了什么？手臂啊，你以为是什么呀？我们相识才1个月，就能练成这样？莫非你是练武奇才？不可思议，内力本就是水墨功夫，没有捷径可走，可你却……嘿嘿，既然你也觉得我练得不错，不如现在就教我后续吧。哼哼，将长生拳修炼到圆满，将达到老而不衰的境界，妥妥的修仙前置功法。我一定要尽快练完，这就是我的修行路线。你虽然练得不错，但也才练了1个月而已。待你练力完成，杀了郑屠户，我再教你后续。郑屠户已经被我杀了。怎么可能？不仅杀了，还从他身上搜到了密信，可惜密信上的蝌蚪文我看不懂。蝌蚪文是武吉会内部沟通的一种密文，看来你真的杀了郑屠户。嘿嘿，我暂时还无法破译这密文，我们先练功，听我给你传授口诀：有形虚假，无形助。熟练度没什么变化，果然靠系统奖励要比自己修炼快得多了，得找比郑屠户更强的恶人挑战才行。国家恶兽来了，快跑啊！国公子饶命啊！哼，国公子出行，莫挡道。来人，将那边的美人带过来。之徒，我死也不会遂你的愿。先生，我家公子请你过去一叙。他说的美人是指无耻之徒！江郎，我来咒你，今天非得教训教训这纨绔。给我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娘们儿！这是什么怪招式啊！公子，国子被劫持了！小子，给我放手！我爹可是阴池城主！所以呢？我爹马上就要来了，你跑不掉的。到时候一定叫你生不如死。还有这种好事？本来我只是打算见义勇为，干掉这个城主儿子，之后就等着被这群家丁杀死。但要是能让城主杀了我，到时候死亡评价肯定可以更上一层楼的吧？第一次出现死亡评价提示，
所以系统也对我的想法表示同意。我们不能连累你，大侠快走吧！公子，都别动，否则我杀了他！我很饶命，这座城都是我家的，你有什么尽管说，我都给你，求你别杀我！少说废话，快叫你爹过来！爹，救我！他就是郭岩，看起来的确很强。闭嘴！郭岩在武道上确实颇有造诣，只要一声喝，就能产生如此大的压力。这小子尚未练出内劲，只是个练力阶段的武者，也能将一人轻松举起，臂力过人呢。好像被千斤压着，好难受。青木，还能开口说话？一般武者被内劲压着，嘴都不敢张。胆色倒是不错。小友，不要冲动，有事好商量嘛。的确是国某教子无方，请小友放开犬子，国某日后必定对他严加看管。被我特意换了个欠打的表情，你怎么一开口就道歉啊？不是应该对我各种威逼利诱吗？这我还怎么让你打死我？啊，我的死亡评价尚未掉，那就还有机会。你儿子当街抢掠，一句道歉就能息事宁人了吗？两位是明月宗的弟子吧？国某与贵派莫宗主也颇有交情，改日定会送上100两纹银作为赔礼。二位可否原谅犬子此次无礼？他竟然识破了我们的来历，所以这算是威胁吗？也是，这燕城本就是郭岩的地盘，我们也不能拿他怎么样。城主客气了，其实我们夫妇2人出入燕城也有莽撞之处。这便算了，那郭公子伤的人怎么算？也不是1天2天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郭岩，赔点钱道个歉就完事了。看你套路这么熟练，平常没少给你这倒霉儿子擦屁股吧？可是你儿子让护卫鞭打民众开道，当街抢人并非初犯，被他打残打死的人，你觉得应该拿什么赔？我觉得必须用他的命来赔。这小子软硬不吃，当真难办啊！小友不妨直说，要怎么样才能放开我儿？想让我放开他，很简单，除非我死。看来我们是没得谈了。这一下稳了，人生第一次高评价死亡，我来了。小子，你叫什么名字？我名乔木，无名小卒，无靠山背景，郭城主但杀无妨，快动手啊！还等什么？倒是颇有几分胆色，将他放开。啊！乔木，你胆色过人，确实并非常人。若是有意投身军伍，为国效命，随时可来我盐城城主府中报道。啊！这剧本是不是哪里不对呀？走了啊，少爷。爹，闭嘴！我平日里就是太骄纵你了，把他给我带回去。乔木，若是你打定了主意，随时可来城主府报道。城主公子虽然是个无用的纨绔，但城主大人还是讲理的。哎，咱们城主度量大呀！哎，那少年一时也是好运。这要是进了城防军，可不得捞一个军官当当啊！一言我都想好了，为什么我还活着呀？这城主父子果然没安好心，居然不让我死！啊，长命锁竟然还亮着，是死亡评价还在上升的意思？我的死亡评价并没有随着城主的离开而消失，这是否意味着……哦，如果我现在去死的话，依旧能获得较高的死亡评价。可是为什么会这样？现在的我和之前有什么不同吗？谢国公子。我懂了，如果我现在去死，是作为当街怒骂燕城城主的少侠义士而死，而并非一个无名小卒乔木。嘿嘿，原来这才是长生不死系统的正确打开方式啊！只要我继续见义勇为，名望和知名度也会不断上升。作死成功，我就能变强。
作死失败也可以继续叠 buff， 提高死亡评价。所以不管是死是活，两边都是我赢啊！等到我最终死亡的那一刻，必将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高质量死亡。经过高人传授，我已知晓如何解读秘文。那，这是那个蝌蚪秘文的解读方法，你看一下，把新的内容翻译给我听。信上似乎是说，大炎皇帝近日要离开帝都出行，而武集会准备召集成员，刺杀大炎皇帝。武集会准备在哪里刺杀皇帝？皇帝的出行时间呢？有没有更详细的？这小本子上的密文不全啊，我只能拼凑出来看，具体的时间和地点都解读不出来。武集会可真是胆大包天。不过如果是他们动手，倒还真有可能。武集会这么强？武圣人号称当世第2武道至尊，他创立了武集会，并以一己之力覆灭了诸多武道世家与门派，并将各门各派视若珍宝的武学秘籍据为己有，供内部成员随意传阅，提升自己的实力。我们乔家的长生拳乃是初代祖师在名山中得仙人传授的超凡武学，最终也没有逃过他们的魔掌。我把长生拳传授给你，并不是指望你能消灭武圣人，只是希望等你练功有成的时候，能剪出其羽翼，好让我亲手杀了那个武圣人。或许我可以设法混入武集会内部。你练功练傻了，竟然要加入武集会？我先加入武集会内部，再作为武集会的刺客刺杀皇帝，这样大燕朝廷与武集会必然会不死不休。若是无法混入武集会，便继续对付其成员，获取刺杀皇帝的完整计划。届时我作为刺客搅局，嫁祸武集会，助你速报大仇。异想天开，这几乎是十死无生的。这可是有机会成为刺杀皇帝的刺客，要是作为刺客而死，说不定是可以在史书上留名的，这样的死亡评价肯定很高啊！而且，一个当世第2武夫建立的组织，拥有大量的武学典籍，其中还有长生拳完整版，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练级地吗？完美！武圣人既然如你所说的那么强，想要复仇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多只能给武集会造成点麻烦罢了。所以这是最好的办法。可你会死，死有何惧？没有说谎的味道，更多的是激动兴奋的情绪。他是认真的，可是他图什么呢？长生拳与他的生死相比实在不算什么，我还有什么能给他的？难不成他缠我身子？你这是想到什么地方去了呀？只是觉得大恩无以为报。还有什么是我能为你做的吗？是吗？乔木这样的义士，我怎能想到那句？实在不该。这么说来，还真有一件事，而且只有你能做到。是什么？保密。既然他不怕死，姑且让他试一试。好。说起来，你还知道附近一带还有什么其他武集会的成员吗？有。燕城的城主郭岩。原来是他。哟，老贼，欺负我乔家无人。幸好我动手快，否则就要同时面对孪生兄弟2人了。天魔解体，又是天魔解体。不过如此。你好。他怎么还没死？我刚死了，但我又活了，是不是想打我？细狗，你拳头棉花做的吗？装神弄鬼，以为假扮成同一个人就可以乱我心智？你们乔家人怎么起手就是一个天魔解体呀？
不怕死吗？你们都不是人吗？回头见。回头见。爹，你为何不教训乔木这个恶徒，反而还要招揽他？何必急于一时？他的事也不必再管了。乔木被抓时，看当时百姓们的表情就知道，这不孝子在盐城积累了多少民怨。我若当着百姓面把乔木杀了，苦心维系的城主形象岂不是瞬间被毁？不如招揽一下那个小子，既能平息民怨，还能落个宅心仁厚的好评。早该让人敲打敲打了，否则早晚惹出大祸。最近1个月，你就禁足在府中，不得外出。为什么呀？这段时间，当今圣上可能会到访这盐城一带，将你禁足，是免得你又惹来了杀身之祸呀。大元皇帝，这消息可靠吗？皇上的出行情况，又怎么会和你爹交底呀？谁知道会不会引来刺客？可那乔木，他会应邀加入燕城守军吗？无论他是否应邀入我盐城守军，都有的是办法对付他。若是他加入，那就更好办了。今日城外东山，不是山贼猖獗吗？到时让他上阵送死便可。你把人家儿子打了，他还要招揽你加入燕城守军，多半有诈。所以这城主府我去定了。你执意做这九死一生的事，那我这里还有一门功法能传授给你。天魔解体大法。这是我乔家收藏的武道秘法，可以自损经脉为代价，在瞬息之间爆发人体潜力，让内劲瞬间暴增1倍以上。竟然还有这种好东西！当然，首先你得练出内劲，才能使用这置死地而后生的搏命之法。乔木，你行事颇有古人侠义之风，这样的心性契合武道，所以武道进境很可能会比常人更快。我赠你天魔解体大法，并不是要你去拼命，而是希望你能有机会活下去。我明白。这是乔木，资质一般呢，是练力极限吧？本府长要9品内劲，大兵长，什么关系呗？他敢抓城主公子，城主夸他有勇，破例升。等着吧。战场厮杀靠真本事，他混不了几天。又学会技能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死一死，升级啊！那个头儿，我听说你想求购一些武学功法。是啊，老黄，你有吗？头儿，我姓白。你那口老黄牙叫什么白呀？就叫老黄。你去，懒得跟你们瞎掰扯。头儿，我这是一门硬功，你要吗？哦，硬功，我现在还没有练出内劲，要是有一门外加硬功护身，还真不差。头儿，你不妨先问一问老黄，他说的硬功是什么？是什么？铁裆功。哦，我乔木平生最喜欢钻研武道，这铁裆功我要了，开个价。哎呀，什么钱不钱的，这铁裆功就当我孝敬头了。那就谢谢你了。4个月前，我怀孕的媳妇儿被粗贱的郭公子凑了一鞭子，孩子没保住。头儿，您替我报了仇，算是我的恩人呐。哎，你不必如此，功法我不能白要，日后定有回报。说嘛报不报的，这是我报恩。头儿，楚校尉请您去一趟。这城外东山有一个号称山贼王宋河的，
尤为猖狂。哼，区山贼也敢称王，真是笑话。而且这宋河无恶不作，近半年就犯下了白起案子，掠走了不少良家妇女。那些被他掠走的女子，运气好的还能放归回来，运气差的直接就死在了他的寨子里，简直禽兽不如！这山贼必须得剿，不剿不行。对，所以我准备分出一支千人军，5日之后便出城剿匪。听闻你勇力过人，那么本次剿匪以你部为先锋如何？领命。千人军有10位百夫长，除我之外全部都是9品武者，却偏偏选我为先锋，说我勇力过人。哼，是城主终于出招了吧？找这么一个蹩脚的理由，嘿嘿嘿，也是时候死一死，让我手里的筹码变现了。这小子是真傻还是有底气？怎么这么爽快就应承了？我得仔细了，城主交代的事可不能出变故。头儿，这带我走啊，要不我来带路？他不定是藏在西边那小山谷里了。行，就往那儿去，你当心点，情况不对立刻躲我身后。头儿，您真是我遇到过最好心的人，您放心，我肯定不会拖后腿。这是军令哦。好您嘞。走你！哎，头儿，我跟你说，嘿，我家大娃从小力气就大，哎，今年才15岁啊，就能举300斤石锁了。头儿，你15岁时候嘛样？15岁，我刚出道的时候就被敌人一刀砍死。啊！哎呦！哈哈，龙卷风摧毁停车场。电视剧里果然都是骗人的。啥呀？嘿嘿，山贼终于来了，长命锁又开始发光了，谁也不能阻止我今天送人头。跟我上，我带你们打。这也太猛了吧！就这，拿伤药来，给我止血。头儿，您为我挡这3剑，我老黄实在是无以为报啊！哎，别！哎呀，这些山贼就是逊啦！本来想送人头，奈何敌人有点弱，只能下次继续努力了。头儿，你回报老黄的方式，难道就是救他性命？怎么，和尚你也有功法要给我？我的功法秘籍倒是没带在身上，回城一定献上。真是的，还能遇到给大头兵挡箭的长官，我这条命就交给你了。小意思，等我先剿了这帮山贼。谷口狭窄，谷中草木高大，前面很可能有山贼埋伏，诱敌深入。老黄，这个山谷有名字吗？没有，怎么了？既然没有，那就叫落木谷好了。嘿嘿，这名字真吉利。等会儿要死在哪里好呢？您这是来打仗还是来旅游的？小莫，为何你停步不前？我不是要你往前探路吗？前方是个山谷，恐有埋伏。你是先锋，有无埋伏是你该考虑的事吗？若真有，我等也自会救援。我看你是怯战吧，还是说你要抗命？抗命更好，我便可以立即杀了他，完成城主的命令。领命！啊！哎，头儿，谢谢你，我的好兄弟！我要成为抗击山贼而战死的男人。等我将筹码变现，回来就送兄弟你上路。杀！山里藏了1000来号山贼，咱们带的人可不够啊！发什么愣？跑啊！头儿在冒死给我们断后，我们也回去吧。都给我走，不准回来，这是命令。不得擅退，违令者斩。我若不死，我回家本人就得陪葬。头儿，要死一起死！对，冲啊！滚开！你想你老婆守寡吗？
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去送死啊，头儿！那就把眼睛闭上。那就把眼睛闭上。要死，我先死。别怂啊！放马过来！哎，再多一点！我能感觉到有一股力量要破体而出。这小子居然练出了内劲，20岁就练出内劲的武者，要么天赋过人，要么心性过人。不过刚练出的这点内劲，又够他多撑几个呼吸。不对劲儿，他才刚刚练出内劲，怎么可能如此浑厚？应该是某种爆发性的秘法。原来是天魔解体大法。居然用这样的招式自断后路，这下他是死定了。头儿，退下！今天有我乔木在，谁都别想跨过这条线！别怂，都给我冲！杀！头儿，乔先锋义薄云天，我等绝不辜负！给我冲，给我杀！围剿结束，回城。回燕城，这些山贼只是逃了，还没完全剿干净呢，而且还没找到山贼的山寨。山贼示众，不可冒进，遵从军令，回城。我呸！你现在知道不能冒进了，你早干嘛去了？让头去送死吗？事已至此，咱们把头的尸体带回去吧，总得给头的家人一个交代。头家里似乎有个眼盲的妹妹。头儿，yes， 不愧是 B 级评价，能够一次提到那么多技能的熟练度。如果说 C 级是10年的修炼效果，那么 B 级就是20年的效果，简直爽飞了！不知道 A 级评价的话会如何？高质量死亡让我的枪法也更精准了。接下来该去谢谢那位让我筹码变现的好兄弟了。天冷得真快呀！动作麻利点儿。落木谷，这是头进山之前刻的。头在进山之前就怀疑有埋伏，但军令难违，不得不入。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死志。头是为我们而死的。喂，你们在谈什么东西？回禀大爷，司埋伏长乔木的尸体。乔木的尸体？狗娘养的，难不成连我们给头收尸也不许？埋伏长乔木力战山贼而死，确实不该让他曝尸荒野。哼，还不都是你害的！城主交代的任务完成，尸体再送给公子，说不定还能升个都统做做。本少尉一定帮你好好照顾他。嫡媳，嫡媳！我杀了楚校尉，士兵找到我，我马上就可以再死一次了。刚山顶上那个阴影
你看见了吗？看到了，是山贼偷袭。哎，对，是山贼。山贼又来了！有高手！山贼快撤！回来了！啊！怎么都跑了？我台词都想好了，你们人跑了。听这声音，似乎是老黄喊的。好你个老黄！我好心救你性命，你却害我不得好死。你这一喊，我还怎么刷评价呀？哈哈。不过这山贼来了，来得正好。你们果然是假意撤退，暗中埋伏。来呀，我绝不会向尔等低头。我现在半残了，很好杀的，大爷们赶快上来收我人头啊！闹鬼啊！你不是已经死了吗？你们别怕，我已经死了。现在我是我大哥乔林。我是你个鬼！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那什么，我的意思是，乔木是我弟弟，你们杀了我弟弟，我要为我弟弟报仇。哎，他看起来的确年长一些。我刚刚还看见他投枪刺伤了官兵的头领。喂，你还真信呢？他肯定是个逃命鬼，就是那个官兵头领害死他的，下一个就是我们了。喂，别求求你了！那是山贼王。老大，救命啊！有鬼啊，老大！被山贼小兵击杀能达到 B 级评价，要是被山贼王击杀，那不得直接 A 级呀！宋河，还我弟弟命来！这位壮士，你就是山贼王宋河啊？是山贼王宋河，我姓王，名宋河。山贼头子竟然是个病弱的读书人，装的吧？哎呀妈，老大，他说他叫乔林，是那个乔百夫长的哥哥，他还杀了那个守军校尉呢。乔百夫长是条好汉，乔兄弟杀了楚校尉，同样是有勇有谋，不知可愿入我东山呢？你要招揽我，杀我弟弟，不怕我报仇？如今这世道，你杀我，我杀你，哪有什么对错可言啊？你说的没错，但大丈夫生当无仰无愧，岂能以打家劫舍为营生？我乔木只是个无情的刷评价机器罢了，所以快快的杀了我吧！对头，生气了吧？生气了就快来干我吧！装傻孙！乔兄弟，不妨猜猜看，我们这么多山贼是怎么来的？苛政猛于虎，燕城闹饥荒，你们都是逃难来的吧？苛政猛于虎，苛政猛于虎。乔兄弟此言真是精妙啊！那可不，乱世谋生，着实不易。庐顶之山，人心之山，虽无形，却让人步履维艰，脊梁尽断。山贼王宋河，愿为破开这诸多大山的贼人，为天下苍生。小兄弟，我且再问你一遍，可愿与我一同为百姓谋一条活路？但是我拒绝。所谓行胜于言，你们是山贼还是起义军，终究要看你们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口号。是否名不副实？乔兄弟，不妨亲眼到我山寨之中看看。这倒是可以。王宋河虽说是在招揽我，但只要我去了山寨，知道了他们的藏身之所，再拒绝，他们肯定不可能放我活着离开。我又要死喽！嘿嘿。这里与其说是山寨，不如说是个山中村啊！哦，怎么还有老人小孩？都是无家可归的可怜人，我们碰上了，就带回来安置了。燕城表面的繁华，是城主郭岩制造的假象。他早就驱逐了流民，但百姓苦难，源于大燕国运衰败，皇帝只顾讨好先人，官员更是为虎作伥。
我曾听说过仙人，但从未见过。王先生可否详细说说？你用长生拳，应是乔家一脉吧？没见过仙人。你知道长生拳？你是武技会的人。长生拳啊，来历不凡，可不是只有武技会的人才能看破你的拳路。小兄弟，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请随我来。这便是仙人。一座雕像？不，这是一位修仙道人。如今这世道，道观都会供着仙人的。可恶啊！修仙世界突然就有了实感，有种这么长时间白干了的感觉，怎么回事啊？武者与修仙者果然差距还是太大了。铁当宫大圆满可能一战呢！仙人与人本就是同根同源，但仙人高高在上，并不将凡人视作同类。他们豢养人族仆役，栽植灵植，耕种灵田，广纳信徒教众，掠取众生愿力，实则从未保佑过凡人，视凡人为牲畜物件，若有不从之心，随时会被诛杀。可笑的是，凡人被奴役而不自知，从生到死都是仙人手里的资源。哎呀，996是福报啦，年轻人不要计较得失。代入感很强，已经开始生气了。高收益伴随高风险，要刷最高评价，与仙人一战不可避免。系统对上仙人能玩到什么程度？不如试试。乔林兄弟，我等生来自由，谁敢高高在上？啊！呀！这山贼心肠歹毒，竟然挡我死路！你不是说仙人不是什么好东西，干嘛阻止我？而且，你刚刚用的是仙法吧？乔兄弟，莫误会，我只修术法，不修仙。所谓习其术法，以治仙人。这仙人呢，确实该死。我恨不得这天下无仙。无仙，只是乔兄弟这么做有些鲁莽了。砸了神像，说不准会引来仙人报复的，甚至天罚。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最好马上来一道天雷，把我给劈死。呸！这人怎么不听劝啊？乔兄弟竟然不为仙人到如此地步啊！行了，你别激动了，血飙的停不下来了。我懂你意思，以后小心点。话说回来，道真的弱于仙道吗？武道重肉身，仙道重神魂。若要比较，当今武圣人实力近仙，但仍未达到武道极致，因武道无巅峰。仙人强在了术法与长生，凡人难及。但仙人修行缓慢，闭关常常需要数十甚至数百年。武道修行快，若能突破寿元限制，未必就弱于仙道。这么说来，长生拳就是我修的出路呀！我有复活系统辅助，能快速炼至武道巅峰，配上长生之力和不死之身，与仙人合一。成仙哪用苟个几万年，莽就完事儿了。这人为何有些疯疯癫癫的？我是不是看错人了？话又说回来，王先生，你看我有修仙的资质吗？这修仙之法还是要找的，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若无灵根，是不可修仙的。那敢问王先生，我铁灯功满级了，算不算铁灵根？铁灵根，属在下孤陋寡闻，帮不到阁下，快收起神通吧。乔兄弟，若是没有其他问题了，就请自便吧。去哪儿啊？你之前不是要招揽我吗？我知乔兄弟胸怀天下，侠肝义胆。我这小庙容不下您这尊大佛。不行，乔林实在是太莽了，留他下来，保不齐会坏了我的大事。可是放我离开，
你就不怕泄露了这山寨的位置？不考虑给我灭个口啊？哈哈，乔兄弟不像是会做这种事的人。况且我们惊动了官兵，本就打算迁徙离开此地了。好吧，不耽误你干大事了，有缘再会。切，算了，这趟算我白跑，死不成了，先回燕城吧。快一点，说不定能赶上吃我自己的席。你们是谁？我们公子是城主之子，乔木剿匪英勇，公子带城主来慰问家属。生得这么好，乔木他怎么了？可惜是个女，他怎么没回来？还是个瞎子。乔木他没了，没了？是什么意思？就是死了呀！我不信，乔木他没这么容易死。哎呀，是我不好，已经把乔木的尸体带过来了，却忘了告诉你。过来，你是乔木的家眷，辨认一下呢。干嘛？哦，你看不见啊？那我给你形容一下乔兄弟现在的样子。乔木四肢都被打断，身上少说也有50个刀伤剑伤，脸上更是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是假的，尸体是假的，我也是假的，全都是假的。我要是这么说的话，你心里会不会好受一点啊？欺人太甚！我要杀了这无耻之徒！哎，别冲动呀！哎呀，和尚，这可是郭公子，没办法的呀。哎，等他走了，去帮姑娘安葬了头，再给姑娘一些银钱，好让她呀别再遭罪。这么点反应，哭都不会哭你。既然如此，我就换一种方法让你感受感受吧。鸡汤来喽！燕城人人都在传，说这乔木侠肝义胆，你来尝尝这侠肝义胆羹是否别有一番滋味儿。来人，为姑娘喝汤。你快喝吧。不咸不淡，味道好极了。狗一样的东西，你谁啊？跟前使！我们是乔百夫长手下的兵，老黄脑子不好，就爱吃，公子别见怪。哈？有完没完？好香啊！谁啊？没看见本官？喝汤多美啊！能否也分我一杯羹？头！乔木！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好像还真不是头，比头还猛一点，还猛一点。乔木已死，你是谁？我名乔林，乔木是我亲弟弟，亵渎我遗体，我乔林就是豁出性命，要拉你们一起上路。多少斤两说多大话？你住手！撤！我们下次再来。恐怕只要郭公子一回到城主府，那边的后手就要来了。我得抓住机会，赶紧再死一次。明日，我乔林将送我弟弟乔木遗体入土，就在城外土山安葬。这小子话里有话，明天他会出城，想要过招，明天尽管去找他便是。哎呀，正好饿了，没想到还真赶上吃我的弟弟的戏了。这汤不能喝呀，这是你弟弟的。这就是猪肝猪心啊，不是你想的那种东西啊。那个纨绔的话你们也信？况且我听我弟弟死的惨烈，内脏俱碎，哪够做羹汤啊？哎呀，头儿！看样子没穿帮。痴女，
姑娘，乔某今年20有8，家中有13房小妾，各有18般武艺，36式翻云覆雨散手，请你自重啊！乔林兄弟，这是官府给的抚恤金。哦，这当真是官府给的抚恤金？我弟弟这才死了1天，官府的效率有这么快？这是自然。哦，看这样子，多半是他们自己凑的钱吧。抚恤金就不必了，我不稀罕官府那点臭钱。你不要抚恤金，那秘籍总要的吧？昔日白府长乔木曾与我约定，若我能回到燕城，便会将这秘籍赠与他作为谢礼。嘿嘿，又是一门硬功，必须得修。嘿嘿嘿嘿。残雪姑娘，我常听我弟弟提起你，明日我与城主方必有一战，希望你能尽快离开燕城，免得再被波及。少女，你在玩火！我乔林苦练铁当功多年，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你这身板顶不住的。别演了，你在故意说怪话，扰乱我的判断。哎呦！你身上的气味，说话时的嗓音，每句话收尾语调，都是乔木。目不识物的盲人想要在这乱世之中孤身存活，果然要有点本事的。学姐，你真的不姓宁吗？看来我猜对了。所以你是怎么骗过他们的？化妆易容吗？差不多吧。我身受重伤，战友们以为我死了，后来有幸见到王颂和仙长，是他救了我，还帮我骗了他们。仙道一人，原来如此。我记得你说过，乔家为武道大族，不愿与异人来往，现在竟也认可仙道了。我双目巨盲，在武道一途上走不通，但或许可走仙道啊。哎呀，果然又要开启灭族之夜后天眼将开碾压武圣人的故事了吗？乔木，收手吧。外面这座城都是过岩的人，他是6品武者，加上军营官兵有数千人，你才刚入8品，还因天魔解体而元气大损，敌不过他。所以你收手吧，让我来。啊，送人头也要和我抢？其实今日我才意识到，我有心复仇，却无实力，用秘籍换你代为处理，却又不忍见你因此而死。这种半吊子的念头，绝无复仇成功的可能。明日我便离开燕城，去寻仙道。你也不要再与郭岩斗了，你为我姐姐送掉性命，我无以为报。这本波纹叠浪镜送你，它能发出多重内劲，让内劲不断堆叠，越堆越高，进而发挥出超越极限的威力。波纹？难道说是？这是我族代代相传的乔家功法，收下吧，乔木。这是我最后一本秘籍了。学姐不至于这么大反应吧？哦，对了，学姐是不是忘了答应过我的事啊？这本台词大全你还没给我读完呢。你有你要追寻的道，我亦有我的道，此道莽道，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好，我在城外的破庙等你7日，7日后若你没来，不，若你来了，我们便一同启程。乔木的亡魂出现了！不是让你禁足，又做什么去了？阿福，你也跟着。城主恕罪，公子只是慰问乔木家眷罢了。但我们又见到了同乔木长得一样的人，自称乔林，是他兄长。据我观察，乔林与乔木身高有1寸之差，长相相似，但能看出年龄不同。乔林实力如何？刚有8品，气血有亏，甚至降到不到9品巅峰，不足为虑。乔木刚死，乔林就到，此人不简单呐。阿福，你亲自去，记住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啊！是。啦啦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啦啦，我送我出殡，心情很美丽。哦不，
弟弟呀，你去了下面，留我一个人在这世上可怎么办呢？我的眼睛，这里面混了石灰粉，这可是你弟弟的骨灰罐啊！让兄弟一心，并肩作战。区八品，老夫就算瞎了眼，也能除了你！啊！多谢兄弟。区两兄弟也敢得罪盐城城主，斩草除根，再容易不过。我该回去复命。天魔解体。神弄鬼，假的，全是假的！休想乱我心智！给我死！不管你是人是鬼，我都会让你绝无复生的可能。告诉你个鬼故事，老子刷新了！放开我，你个疯子！上天的馈赠，嘉奖，任务完成。怎么只有D 呀？技能增长也几乎没了。我目前只有8品中级，还没出现气海漩涡。果然品级越高越难突破。哇哦，竟然可以设置复活点！有了这个功能，以后可以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复活。嘿嘿嘿嘿，这么好的功能，当然要赶紧试试了。嘿嘿嘿嘿嘿嘿！我去，怎么是他？直接去城主府再莽一次。复活那么多次，还从没庆祝过，今天就好好吃一顿。感谢各位大厨。狗鼻子就是灵啊！到吃肉的时候，自个儿就知道往后厨跑。哼，臭小子来得正好。啊，里面的都聋了吗？还不开门？大黑，给我咬！好狗，安静！你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这城主府中入了品的武者有多少？我店是6品，另外2人7品，其中1人是符叔，他刚才冲上去杀你。另外一个叫周文，8品的话似乎有5、6个，9品我就不知道了。你知道武集会吗？或者大炎皇帝秘密出行的事？你怎么也知道？别废话，说重点。我说，我爹说皇帝可能在1个月内到燕城一带来，让我最近别惹事儿。具体的时间呢？行程安排呢？我如果现在回答他一定会立刻杀了我。我要想办法把他从厨房引出去，最后引到爹那里去。这种重要的情报，我哪里知道的那么详细啊？留你何用？不过我带你去我爹的书房找，那里有密信的原件。这是想把我往郭岩那里引呢？哼，我还正愁他不出手呢。不过我也不会让你这么好过。下套是吧？乔大侠，我还知道我爹的一本绝世武功秘籍藏在哪里，到时我一起给你啊！求你别杀我！什么秘籍？那本秘籍叫武圣灵犀诀，我爹经常偷偷练来着，绝对是上乘武功秘籍啊！嘿嘿，武圣灵犀诀，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样子。前面带路，别想耍什么花样。爹啊，你在哪儿？这么重要的东西，郭岩没上锁？除了我，没人敢未经允许进我爹的书房。这功法怎么回事？不讲呼吸吐纳，也不讲拳脚兵器，而是讲直觉，炼神秘法，直觉敏锐，料敌先机。这么玄乎，这功法这么少？
不会还有下半本吧？好像在我爹的机要密室里还有，不然我领你过去看看。别耍，什么花样？乔林就在我背后，只要我有所异动，就会动手。但他看不到我的表情，一定有办法摆脱他的。如果说这城主府中谁最有可能救下我的，也只有我爹和周文呐。爹不在书房，一定在机要室。只要能到机要室，我就一定能活下来。是周文，我有救了！公子，快来救我！我被这家伙挟持了！不对劲儿。他领会到我的意思了。公子请自重，休要冲我抛媚眼儿。我周文已经年过40，已有妻室，不好男逢，更无意那3人行。救我！有刺客，公子遇害了！刺客在哪儿？城主！终于逼得你出手了！顾言，有本事立刻杀了我！别留手啊！老子可是修了铁布衫的人，这点力气可杀不死我！你何要杀我儿？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乾坤不报，我来报！给个痛快！乔林，你死之后，我会把你的尸体挂在城门楼上报审时，以祭吾儿亡灵。城主最恨挑衅他的莽夫，恐怕要废了这乔林全身经脉泄愤，说不定还会用千万种法子吊着他的命，让他活受罪。接下来就是推进。一口人侠气，千里快哉风。你小子倒是好兴致，这档口还能念诗。天魔解体！这小子竟然还留着杀招。好，这小子要跑。此人竟刚烈至此！混账！这么多人，竟让一个废人跑了！来人，去乔家，乔家人统统处死，一个都别放过！是。周文，你下去捞尸，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是。是乔林，快把他捞上来！只3日，乔林勇闯城主府，单杀郭公子的英勇事迹便在燕城内外传开，几乎所有人都在为这位下落不明的好汉祈福，除了乔木，你尚会能得仙长相助，这一次一定会没事的，对吧？什么情况？我咋还没死啊？这伤，这剧痛。乔林，你在城中的所作所为，我都已经听说了。救助侠士，人人有责，你不必太感谢我。不用说了，
我都明白。你为什么还想治好我？用心歹毒如此。乔林，你没事吧？乔林莫非是自觉已无力回天，不想拖累我们山寨？到了生死关头，还不忘替旁人着想，果然是侠义之士。乔林，我知道你现在遍体疼痛，生不如死，但是千万不要放弃。我王颂和绝不会坐视一名义士就这样死在我面前。活着就有希望，撑下去。老天爷呀，快救我脱离王颂和的魔爪吧！乔兄弟，永垂不朽啊！虽然耗时长了点儿，但好在终于还是死了。不过这出无效抢救倒是让这次的死多了几分传奇宿命感，连带着评价也提高了，不亏。出现丹田气旋了，我从8品中期跳到了7品巅峰。这次复活，有种一下子跨过了几十年岁月的感觉。圣灵吸诀入门，几门硬功也都有增长，这效率可真不是一般的硬啊！什么人？你们是谁？你怎么会长得跟寨子里那个一模一样？你是什么人？为何窥视我山寨？兄弟什么的都用过了，我每次复活随着气血增长，看起来都会成熟一点。这次用点别的。我姓乔，名乔森，为寻找我儿乔林而来。莫非他就在此处？等等，乔林他爹这么年轻，你看着也不过30吧？这就是长生拳的功效吗？学姐说长生拳大成之后可长生不衰，原来还没什么实感，现在我才练尽篇精通，便有周身精血旺盛不衰之感，一定要早日弄到后半卷。早睡早起，勤修苦练神功护体罢了。诸位，可否带我见见我儿？这个嘛。王先生，我儿死得其所，此举大义，不必悲伤。只是逝者的事情已经了结，活人的事情还得继续追究。那燕城城主郭岩害死了我2个孩子，我过几天就去杀了他。怪不得乔家兄弟都头铁到那种程度，原来是你这个当爹的教的。王先生，我看得出你虽名为山贼，实则胸怀天下。不知可愿与我出山，共举讨国大事，一同为百姓谋一条活路。这话好耳熟啊！我现在是7品巅峰，与郭岩单打独斗尚有一战之力，可郭府又不止郭岩一个，还是找个帮手比较稳妥。乔森此人修为颇高，如能借他之手除去郭岩，的确是桩美事。可他与乔林一样，行事鲁莽，容易坏事，还是先把人稳住吧。你一眼就看出我心怀天下，并非普通山贼，在下佩服。但对付郭岩此事，可从长计议，不能硬闯城主府。那你慢慢想吧，下定主意了再来找我。等等，您这是干什么呀？你们不是说郭岩的手下在四处寻找我儿的尸体，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吗？我先找个人把他送过去，以免那些狗乱咬乱吠，扰了你的大计。什么？你要把乔林的尸体送到郭岩手中？郭岩行事乖戾，他有乔林的尸体，是要将他亲手挂上城门，曝晒示众，这是要乔兄弟死后也不得安息啊！哦，是吗？那我儿的尸体就是很好的诱饵了。郭岩若是能因此离开戒备森严的城主府，更方便我们下手。这位大哥，乔林可是你的亲生儿子呀！不必多言，若是能杀郭岩，我便是待我儿做诱饵，也心甘情愿。乔兄，不，乔叔大义，王某自愧弗如。我这就安排家世清白的医师，将乔林的尸首呈报上去。这几日就请你在寨中小住，静候佳音。帮手有了，刺杀计划也初具雏形。
接下来该想想，过2天刺杀郭岩时，我应该怎么装怎么人前显圣，提高评价啦？好说好说。连5级会行选使都查不到乔家人的踪迹，难道说乔木、乔林只是在扯大旗，假装自己背后有一个所谓的乔家？居然差点被2个毛头小子骗过去。家主，乔林的尸体找到了。哦，尸体呢？快带我去看看。不是作伪，这的确是乔林的尸体。小的听说那乔林在医师家白白折腾了数日，才痛苦死去。查一下那医师有无问题，若是没有，本城主明日便亲自将乔林尸体挂上城墙。城主有令，今日封城，外人不得入城。郭岩这老匹夫还挺警惕，挂个尸体居然还封锁城门，就这么担心人群里再钻出个乔家人吗？好在我早有对策。王先生，你我虽结盟，但还需分头行动。乔叔莫非已有计划？我需要你们潜入城内，等郭岩离开城主府，就制造混乱，拖住援军，而我就直接去找郭岩，让我亲手宰了他。您是打算独自对付那郭岩？对，我意已决，你可别想跟我抢啊！送人头这种差事，没人能跟我抢，没有。刺杀郭岩是这次计划中最危险的一环，想不到您竟愿意主动承担，为我们这些小辈披荆斩棘。我对您的敬仰就如滔滔江水，绵延。停！小王啊，我就是不想你们抢我的风头，哪儿就那么伟大了？啊？实不相瞒，我乔森生平独好人前显圣，你们别抢我出风头的机会。另外，你们搜刮郭府时替我顺几本秘籍，就算帮大忙了。就为了这点小事，不惜把命搭上，你比乔木、乔林还要忙啊！我们继续说正事。小王，你说过自己是在河边遇见我儿的，对吧？可他应该是在城主府内跳井落水的。据此推测，城主府井下应该有一条直通城外群山的地下河密道，你们明天就顺着这条密道走，保证神不知鬼不觉。果真有密道！弟兄们，咱们今日便潜入城主府，配合乔前辈击杀郭贼！出发！算算时间，黄宋和他们应该已经找到密道了。那么我也该开始行动了。这高度好，摔下去肯定死的不能再死了。系统，这次把我复活在之前设置好的复活点。这个功能可太好用了，直接在城内复活。封城又如何？郭岩，我来了。不是说城主今日给郭公子出殡，可为什么没人穿丧服披素铬呀？哎，这燕城一天天的闹，什么时候是个头哦？开棺提尸。那是谁啊？怎会死得如此凄惨？好像不是郭公子啊，有点眼熟，看着好像是之前打了郭公子的那个义士。哎呀，真是啊！昨天听叔叔的讲，有个叫乔林的闯了城主府，就是他吧？哼，这可不是出殡，而是游击。郭岩豪横的扰乱，竟然借此来威慑众人，日后恐怕再有侠事，也不敢轻易对他动手了。义士？姓乔的算哪门子义士？
白日硬闯城主府杀人，按大严律法就是死罪，当斩。硬闯民宅，胡作非为，这种事郭公子以前做的少吗？就是，那时怎么不见你跳出来说他违反大严律法了呢？如今严城恶妇遍野，城主却不管不问。按照律法，第一个该死的就是他。哼，一群臭乞丐还敢扯什么律法？我城主大人，给我打！屈辱饥民，为报一己私仇，封锁全城，致使良家飞长，官商勾结，草菅人命，你们迟早会遭报应的。饿死也是你们活该。粮价上涨，不会多挣点钱吗？内城的春香楼不是还缺倒夜香的龟奴吗？可别，那穷酸味儿会脏了我的英英姑娘的。像你们这种贱民，还是早点死掉，投胎当狗也比现在强啊！没错，就跟你们说的那圣乔的一样。我的头发！臭奸商，你也配有今天！兄弟们，上！别！哎呀，救命啊！哎呀，救命啊！城主！城主大人，街边好像有人在闹事。不用管，一帮刁民而已。明天抓几个，杀一儆百就是。城主大人，有刺客！快保护大人！快保护大人！就差一点儿，只要我再躲慢一点儿，这长枪贯穿的可就是我的脑袋了。郭岩，你杀我家人，还拿他失手示众，此等血海深仇，乔家理当千倍奉还。乔林，你没死？不对，不可能！错，我是他老子乔森。这乔家人很有同伙，他妈的，到底有多少个乔家人？什么乔家不存在，不及会误我！还愣着干嘛？杀了他！杀了他！来呀，千万别留手！杀！快放箭！这是什么怪物？单枪匹马就破了军阵，你慌什么？我们这边的猛人还没射呢！不许退，给我顶住！我走。该死，乔家人都不会死的吗？怎么就偏偏被这群疯狗给缠上了？而且这个乔泽和那个乔林未免也太像了，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郭岩老贼，你跑不了了！城主，你先走，我来挡住他。我给我儿子报仇，来干什么？住口！你儿子杀了城主的儿子，他死有余辜。那小畜生平日常欺压群众，无法无天，我儿子就是为民除害。你这恶徒，没资格诋毁我家公子！
不愧是郭家养的狗。请问，你的狗环呢？虎口！你是条好狗，可惜跟错了人。周文可是7品武者，在他手上竟然连10招也未过。城主还没有出手呢。周文干得不错。城主。这就是与本城主作对的下场。乔家人再多又如何？来一个我杀一个，没有人可以撼动我的地位。死亡评价等级 A， 本次死亡奖励技能点56点，恭喜宿主首次刷出 A 级评价，开启自由分配技能点数功能。什么鬼？还告诉我说复活是靠命的呀！所以这是新手保护期，一次性把我之前欠下的债全扣了。早知道我只练长生拳了呀！如果全点在长生拳上，我已经是半个仙人了呀。还好 A 级评价给的奖励慷慨，不然亏死了。罢了，不计较，我还要去报仇呢。城主，叫上所有人，火速回府。是。不要放他回去，我们要为乔义士报仇，杀了郭岩！群贱民害人，给我杀！乔义士，你没死啊？乔森，不对，我明明杀了你，来人，给我杀了他！是。郭岩，拿命来！兄弟，局势对我方不利啊，我们该怎么办？不知道是人是狗，每个人这么点军饷，人呢？什么命啊？狗跑了，我也跑！不许跑！违令者斩！没用的东西！郭岩，今日的局面是你咎由自取，受死吧！就凭你！好凌厉的剑气，这家伙受了伤还这么强。都是你！我多年苦心经营，全都被你毁了！我要你死！你们乔家所有人都得死！别树子，养虎取剑！什么？可能？这才不到10招，他不可能做到徒手接剑。难道你已经识破了我的剑路？若是第一次交手，我断不可能识破。但是，这已经是第3次交手了。第3次？你是？可恶！我堂堂城主竟然被当猴子一样耍！杀乔森，其实你就是郭岩已死，杀人者乔家乔森。乔大侠，乔大侠，乔大侠！真好，装完逼就死，这次就能得到 A 评价了。乔叔，你放心吧，放心，这次我一定能救你的。放开我，我不要你救！王颂和，你好歹毒的心呐！乔叔，你总算活过来了。又来？这脸色不太好，像是心情郁结所致。唉，如今你体内经脉几乎全毁，内劲10不存一，恐怕需要长久休养才能恢复。燕城不论是医药还是武学都十分落后，我得耗费些时日才能找到办法。不过乔叔放心，
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医治你的。你可别了，只要你别救我，我立马就能行。糟了，忘了我尸体还在街上呢。我出去透个气。乔叔是要去找那个尸体吗？乔叔准备真充分，还安排了别人假扮你，让郭岩松懈。假尸体？哦，就是那个替身的尸体啊。哈哈哈哈，没错，那尸体现在在哪儿呢？乔叔放心，那位牺牲的义士，我们已经将他风光大葬，他的墓前种满了菊花。那还真是让你费心了。对了，燕城附近还有武集会的据点吗？据我所知，已经没有了。不过河阳府那边有他们的势力。河阳府是不是在北边？在北边，难怪。自从练了乔家的武圣灵犀诀，就感觉北面有什么在吸引我。现在想来，应该就是河阳了。乔家便是在那里吧？乔家便是在那里吧？好，我现在就去河阳府，燕城这边就交给你来善后吧。现在去？可你的伤还没好，要不再过段时间？左右留在这里也治不好。我去河阳，说不定还能找到办法。也对。稍等，乔叔若是想去，我可以给你写一封推荐信。我有一名故交，名叫沈清河，他在河阳府城为官，为你谋一份差事，应该不在话下。啊？你不是山贼吗？难不成你黑白两道通吃？以前的同僚罢了。不愧是你啊，不会当官的医生，不是好山贼啊。信里就叫我乔木吧，我乔森杀了郭岩，不想太张扬。哦，好的。那么祝乔叔一路顺风。你小子还挺不错的。行，我也不能亏待了你。走，我带你去分赃。郭岩这个老匹夫，居然刮了这么多民脂民膏，简直禽兽不如！哇，发了，赚大了！乔叔，小王，这些钱你都带回去吧。什么？外面还有很多快饿死的百姓，不能不管。你拿这些去别地买些粮食送与百姓，他们必会感恩于你。燕城如今没了城主，上面用不了多久就会派人来。与其再来一个郭岩，不如就由你接手燕城，以燕城为据点，展开大计。乔叔，打住！我可无意白来一趟，这本神功秘籍就归我了。好眼光，这纯阳无极功乃是古法武学中的顶级功法，是吗？我瞧瞧。乔叔，你已经结婚生子了吧？这本书看来和你无缘啊。怎么就无缘了？我前阵子的身体还是个15岁孩童模样呢，只是练着功，居然一点元阳都不能现。像我这种血气方刚的男人，如何忍得住？要不乔叔试试我这本《血肉百变》？这是由武圣人开创的金法武学。本书由浅入深，有多个阶段。前面的部分是一些融合了化妆术、易容术和缩鬼功在内的奇技，若能大成，便能精准控制血肉，变成自己想变的样子。那不就和72变差不多了吗？乖乖，今天是个什么日子？爆率可有点高啊！不过这上面的内容太过深奥，学习起来费时费力，不如等你恢复之后，我俩共同修行研讨。然后你再去河阳府也不迟。又来拉我入伙，再留你这儿，我就真死不成了。王先生的恩情，乔森日后必涌泉相报。告辞。日后总有相见的一天，到那时再让他加入我们的计划吧。学姐，学姐已经走了吗？7日之期未到，我走去哪？
哈哈，今天刚好是第7日，郭岩那个老匹夫已经被我干掉了。好，乔家的血债总算清了一笔。你有没有受伤？手怎么这么冰？学姐，那个我要去河阳府城，寻找武圣人和下半本长生拳的下落，所以我们可能又要分别段时间了。河阳府，真巧，我也刚好要去那里。真这么巧？不会是舍不得我，想一直跟着我吧？谁跟着你了？在下乔木，因王先生的举荐信而来，拜会沈推官。你真是他推荐来的？他说你身体负重伤，我却看你身体好啊。那是那是有隐情。这不来之前我又死了一次嘛，顺便给纯阳无极功和血肉百变入了个门。对了，举荐你的王先生现在在何处高就？王先生在山林隐居，神出鬼没，我也只是偶然碰了一面。哼，偶然碰了一面就举荐你罢了。他既然不想透露，就不勉强。还真是可惜啊，看到他亲笔写下的字，很是怀念。想当年，要不是靠着他亲笔写下的药方，我恐怕活不到现在啊。不提了，他举荐的人，我自然信得过。不过我这儿只有文书和捕快2个职位，还缺人手。捕快吧。查案的差事相对自由，也能借这个机会在城中走动查访，寻找武集会的线索。在下乔木，是新入门的捕快。沈大人一向铁面无私，怎么给这人走后门了？会不会是亲戚？肃静！新人既已自报过家门，日后便是同僚，当好好一同办事。现在人到齐了，回来讲一讲案子。想必你们也听说过河阳府城无常妖物案。妖物？无常妖物？近日来，河阳府城之内多有妖物作祟，害人性命。据说，这妖物被称为无常，乃是以死期为食的一种妖兽。每次出现，都会带走一条性命，如黑白无常一般，因而称为无常。妖物实力极为强大，想抓他的也有不少武者，其中不乏实力强劲的6品、5品武者，但都被夺去了性命。这么厉害，这妖物很有让我一死的价值呀！不过这个案子，我们得和玄天宗一同调查。玄天宗？这可真是太巧了。乔家灭门后不久，原来的乔家地界就盖了一座名叫玄天观的道观，现在也被人称作玄天宗。这玄天宗能拿到乔家的地，和武集会脱不了干系。长生拳的下半卷一直没有线索，或许可以从仙宗入手，运气好点儿，说不定还有机会找到另外的修仙法门。又来？这种事干嘛非得摊在我们头上啊？吃力不讨好的活，我脚筋也捞不着。兄弟，大伙怎么这个反应啊？哎，我们就是普通的捕快，缉拿妖物这种活哪是我们能干的？而且我们之中最强大的老大也才将练进7品，所以这是强塞来的任务，是不是多少有点不顾人死活了？哎，怎么办呢？朝廷乐意听仙宗调遣，倒霉的永远是咱们。各位不必忧心。听你们在聊无常妖物案，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他是玄天宗的明月上仙？妖物并不需要你们对付，你们只需要追查妖物的踪迹，发现后可立刻通知我。所以这次行动还要多多劳烦各位宫门捕头了。多谢上仙挂念我等凡人的安危，上仙真是宅心仁厚，我一定会追查到妖兽踪迹的。那就拜托你们了。这些家伙当牛马还这么积极。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我们也只能做点跑腿的活了。话虽如此，
这么点小事，仙宗为什么不自己做？是要借此来打压朝廷吗？这妖物以死气为食，所以常会出现在将死之人的附近，也就是医馆、牢狱之类。若这些地方也寻不到他的踪迹，也可让将死之人聚在一起，以此作饵，吸引他出现。以人为饵，是不是太过了？总归是将死之人，何不让他们死前发挥一些价值？那如果我们抓住妖物，不知上仙要如何处置他？上天有好生之德，我会将其带回宗门另行惩戒，然后让他以有罪之身为我仙门效劳。好一个好生之德！他杀了大言子民，还能上仙宗活着，天理何在？按大言律法，杀人偿命。可大言律法只管凡人，不可干涉仙宗，所以妖也自然由我们仙宗处置。你，敢问上仙，若我们在追捕过程中侥幸诛杀了妖物，又当如何？我说了，很危险，若是遇上，一定要立刻通报。啊！要是碰上被追杀来不及通报，难不成还不能反抗？这一反抗再侥幸杀了，也算立功了吧？到时仙宗门是否会给点奖励？比如去宗门参观什么的？仙门重地，凡人岂可踏错？玄天宗的人还真是嚣张，看来只能另想办法探查了。好了，今日便到这吧，还望诸位3日之内寻得妖修线索。枣儿，咱们怎么做？真听他的，早点快死的？我大燕王朝的府衙，没必要听仙门人指手画脚。你们继续去城中探查，其余的我会想办法。一有消息，立刻上报给我。是。乔木，你留下。沈大人一向公正廉明，能把你招进来，说明你确实有点本事。所以，你方才是故意激怒他，还是确实有办法诛杀妖物？啊哈哈，头儿你高看我了，我只是客观提问。当真？当然，既然是吃死气的妖物，那我何不考虑死一死呢？进。陛下，有王宋河的消息了。说，安排在沈清河身边的探子来报。便是王宋河。王宋河的举荐信中并未提及他的具体情况，沈清河应该也不知。陛下，当年朝堂之上便有传闻，王宋河转修了仙道。无稽之谈罢了，他对仙人深恶痛绝，怎可能修道？不过人终究是会变的，数十年销声匿迹，如今终于有了行动。想来他举荐的人也不是一手闲棋，安排一下，朕要看一看这乔木究竟是何许人也。残雪，上次见你时，你还是个小娃娃。10多年，弹指一挥，你终究还是来到此地，何该有此缘法？林林上人，我乔家的事，我早已知晓。其实仙道武道本身并无错，你天生灵觉过人，能有更好的修炼方式，又何必浪费？你不愿入仙宗，在我这里也是一样的。是。乔木，现在在做什么呢？老实点，不来的话，10条命也不够你死的。放心，今天就算打死我，
也不会从这牢房挪出半步。毕竟，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搞来的作死机会。只听那壮士乔森大喝道：“我辈武夫自当一往无前！”说完，将那燕城之主一枪刺死，扬长而去，只留下英雄般的背影。好，太好了！乔森真英雄啊！光说我有什么意思啊？城里妖物作祟，说书的学会抓热点啊！本来想根据这些市井消息推断一下妖物的动向，然后我就能去死一死了。结果听了大半个小时我自己的光辉事迹，真是浪费时间。身为河阳府城的捕头，白日里不办公务，反倒是在这听书。请问这是否有渎职之嫌呢？你在教我做事啊？这人不简单啊，英姿挺拔，气度不凡，一看就是大人物。而且他身后站的不动身形也自带威压，明显是个高手。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在办案？都像你这样好为人师，不如去指点当今圣上打仙人战争喽。放肆！哎，这位仁兄言辞犀利，颇有风骨。我很好奇啊，在你看来，这当今圣上是个什么样的人啊？还能是什么人？该死的人！我刺杀大炎皇帝的大计一直没机会执行，传言说皇帝会路过燕城，可我连个影子都没见着。杀了郭元也没见朝廷发通缉令，本来还指望被官府处死呢。对呀，眼下不就是一个机会？这两人说不定就是地方官僚，若是当着他的面把皇帝狂喷一顿，我嘿嘿嘿嘿，一定能名动天下，死亡评价不会差。哈哈哈哈哈哈！当今圣上，那可是千古一遇的明君呐！千古一遇，这评价是否过高了点啊？不高不高，你看他年号定得多好，永和永和，皇帝向先人不战而降，赔款填缴，这样仗就永远打不起来，能不永和吗？可是先人势大，连武圣都惨败而退，10万精锐全军覆没，有没有可能当今圣上是以大局为重，有些事自然只能妥协？你想说圣上在下一步大棋是吧，董哥？落后就要挨打，若无其他选择，自然只能妥协。但妥协是韬光养晦，还是彻底伏低作小，就是两码事了。燕城十室九空，百姓流离失所，落草为寇。可燕城城主徒有恶殍而不知发，朝廷对此更是不闻不问。皇帝号称受命于天，代天牧民，所以这是视子民如牛马，将其当作可以讨先人欢心的资源而随意割舍吗？百姓困苦，朝纲疲弊，不知道造出了多少个燕城。好一个万人之上的天子，好一个大局为重的永和帝！大逆不道，简直一派胡言！你那么激动干嘛？皇帝供养仙宗，在座的都知道，他还准备在各座大城设立仙宗驻地，随时欢迎大爷来玩。歪屁股简直不要太明显！住口！不许侮辱当今圣上！我就骂，皇帝就是仙人舔狗！这是哪家的猛士啊？居然公然辱骂了当今圣上，比我的说书还精彩10000倍啊！太刺激了！他都快骑在朕的头上骂了，该不会已经识破了朕的身份，故意给朕上眼药呢？又或者说，这些话也是前刑部尚书宋和的意思？当初宋和死谏先帝，绝不可屈服于先人，如今天下局势由他所定，他又举荐了此人。
大言律令，放逸圣上于弑朝者，秋后问斩。因言获罪，祸不及他人。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罢了，他终究不懂军国大事，只是逞口舌之快。今日便到此为止吧，告辞。什么情况？我脖子都小了，你就这么放过我了？你没事吧？气有点伸不上来。哎，别走啊！我还可以骂得更狠些的。谁是乔木？我就是。有人告发你妄议朝政，诽谤当今圣上。哼，给我抓起来！兄弟，到底什么时候才杀我呀？不会真等到秋后吧？哎呀，秋后太久了，只争朝夕，不能浪费百姓的税银。趁现在吧，不用挑时辰的。处刑的时候，我希望闹大一点。我这人就喜欢热闹。哪有人这么找死的？该不会他知道死不了，上头有人保他吧？哪个后台这么硬啊？辱骂天子也敢包庇？老实点，这里关的可都是死囚，你就别妄想着出去了。死囚？那这牢里真是来对了。我记得那个无常妖物，爱使死气的吧？原来是只猫啊，吓我一跳。小家伙，这死牢可是阴间地儿，你跑这里可落不着好。来，我送你出去。哦，哎呀，喂，你没事吧？没事，我好着呢。别看我这样，我可是道圣。想当年我劫富济贫，救了多少百姓？那你不还是被逮进来了？哎，一时失手，有个大户子女是个艺人，他们给我使绊子，让我在这几10年了。不会是人命还长，反照等出了这地儿，老夫还是英雄好。啊！来人呐！有犯人昏倒了！你在干嘛？嘿，死了？难道这是汪妖？就是他了！来，弄死我！就是这样，来呀！喂喂，你可是杀人不眨眼的无常妖物，卖萌撒娇是几个意思啊？等等，这妖物是吃死气的，他黏着我难道是因为我快死了？这表情又是怎么回事？痴汉猫吗？知府大人放心，没有人能从这牢里逃出。这怎么？什么时候问斩？我快等不及了。乔捕头说笑了，我是河阳知府龙明，之前都是误会，我们是来请您出狱的。出狱？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本来就是来接乔捕头出狱的，这牢门坏了也罢，坏了也罢。算了，我下次再找机会进来。还来？明明随手就能拆了牢门，却不跑，辱骂天子，都有人拿着谕令捞他出来。此人背景通天，万万惹不起。哦，对了，还有件事，让这位老人入土为安吧。摔了一跤，没挨过去。乔捕快果然心地善良，一定照办。来，这边请。话说回来，那只猫妖去哪儿了？算了，日后再来寻吧。2天，才2天，你就顶着这份公差滋事被抓，我这衙门的威信何在？大人，你是了解我的，我是为了破案才故意犯事，去监牢里暗中埋伏，
而我也确实见到了那无常妖物，请你一定要相信我。原来如此啊！你的本官是傻子，去牢里用得着辱骂皇上吗？乔木，沈大人为了捞你，头一次搞特权，还亲自去了趟知府那里，给那个娄老东西赔礼了。要不是看在王先生的面子上，谁管他？多谢大人，你和王素和就是我作死大道上的绊脚石啊！罢了罢了，日后谨言慎行吧。虽说我是去捞人，但听姓娄的说，在我到之前就有人拿着飞鱼令要他放人了。飞鱼令传的可是皇命，难道他上头的人是皇上？是皇上命他骂他自己？难不成皇上就放屁？好了，说正事儿。你方才说见到的妖物是何模样？是一只三花猫，大概就这么大，出现在一名囚犯身边。那囚犯年事已高，摔了一跤就没了。那猫妖吃了囚犯的死气变大，但并未伤人。无常妖物的每一次出现都必有死者，这点对得上。之前部分死者的身上有巨大的致命爪痕，确实像是猫、虎类妖物造成的。可这家伙怎么感觉都不像真凶啊？有没有可能猫妖不杀人？何出此言？猫妖只是被死气吸引才出现在现场，但是被误认为是杀人的妖物。你的意思是，还有一只妖？芈月师姐，圣女的这头鼻精飞虎实在太凶了，我们训不来。是啊，而且师姐您最近一出门他就发狂，我俩实在没辙呀。豢养灵兽本就是我们的职责，到时候圣女出关怪罪下来，我们谁都担不起。好厉害！这帮蠢材果然什么都不懂。凶虎不发狂，怎么显得我芈月玉兽有术？怎么在圣女面前立功？圣女闭关少说还要1个月，问题不大。我下山一趟，必经飞虎就交给你们了。接下来只要抓到那无常猫妖，我在宗门里的地位定能更上一层楼。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抓捕无常妖兽。乔捕头昨夜在城西的监牢见过他，因此重点在城西这一带搜查，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所有人按计划去街区搜捕。是。果然，昨天从牢里出来就感觉你一直跟着我，这么黏我，不会是把我当成长期饭票了吧？你这嗅来嗅去的，倒是让我想起了学姐。不过她可比你这痴汉猫可爱多了。乔木，什么情况？那只猫是？她就是我说的那只猫妖。他往西郊去了，我去右边堵他。他往左边拐了。他跳下去了，跟上。跟丢了。不对，这猫妖速度敏捷，应该早就能甩开我们才对。再往前找找看。他为什么一路不远不近的吊着，像是故意引诱我们？此处，老大知道这里？衙门查过，这里是一个新建立的小帮派——赤水帮的地盘。帮主江龙是个6品文者，实力不容小觑。好重的血腥味儿！
赤水帮帮主江龙拜见上仙，能为9大仙门之一的玄天宗办事，是我的荣幸。上仙若能早日让我进入宗门修行，习得长生之法，我一定违上仙之命师从。你如此诚恳，我自然是要给你个机会的。不过想进仙门的武者多如牛毛，我也不能如此简单答应你。只有通过我的试炼，我才会收下你。试炼？品级只代表武者的内境层次，我想看看你的实战能力。放心，只是点到为止，动静可不能闹得太大。这是怕了，放弃也是可以的。不过这长生之法……上仙误会了，我是怕一不小心失手把他打死。上仙放心，我定点到为止。上仙，救我！无常妖物能闻见死气，而这死气只会在将死之人身上才有，他闻着味儿一定会过来。好了好了，先吊着他一条命，弄死了，死气很快就散了，引发了他的凶性。你果然来了，束手就擒吧。这下糟了，小虎暴走了，要是让人知道的话……看上面，果然还有另一只妖，跟我来！来晚了一步。什么？那虎妖多半是玄天宗豢养的灵兽，灵兽通常是受修仙者驱使的，御兽者方才一定就在这里。你是说，这无常妖兽案的始作俑者是玄天宗？啊，英雄救猫，完美！虎妖强悍，我们不是他的对手。我身法快，可以拖住他一会儿。你先叫帮手，快去！天魔解体！抱歉啊，老大，可不能让你抢了我的人头。乔木，我不是叫你去叫援兵来的吗？不，老大，你去叫援兵，断后的事交给我。愚蠢！明明能跑的，又送上门来，这下好了，2个人都得死在这儿。盯着乔木，
摸清他的底细，有事立刻与朕汇报。皇上要盯着的人，若是死在这儿了，怕是不多。但是，操纵虎妖杀人的真凶还在这儿。皇上眼下不愿与仙人起冲突，我若贸然行动，只怕会给皇上带来很多麻烦。罢了，只能见机行事了。碍事的不管，说了找到妖物不可硬上，立刻告知我。居然真有不要命的敢冲上来，也罢，区区6品凡人武者，也就是给小虎打牙祭的。等小虎吃饱了，我再回收便是。好厉害的虎妖！仅凭爪子打出的锋刃，就破了我的护体禁忌。死在他的爪下，收益一定很高。来呀，就用你最厉害的招式干死我！来得好，让我死个痛快！愣着干嘛？躲开啊！别捣乱了，让我死一死！虎妖强大，不能硬拼。只能靠身法牵制，寻求破绽，再给出致命一击。我现在传你前一步心法，仔细看我的动作，记好口诀：心气于左，神意自通，踏虚为实，踏实作虚，周天轮转，循环往复。哎，求你了，有教也先把我放下来再教啊！我快窒息了。这种情况下，3仙也学不会啊！引5步。再入周，这都行。乔木，这虎妖内劲深厚，普通斗技伤不了他。牵引步虽然能避开他的攻击，但也无法对他造成伤害。这样下去，就算乔木掌握了牵引步，我们还是必输无疑。胡自量力，那可是圣女的灵宠，水火不侵，刀枪不入，你就乖乖等着被吃掉吧。对你们凡人来说，这是莫大的荣幸。乔木，一定要平安无事。天魔解体，牵引步。你打不过他的，快走！系统，给我加点儿！使用成功。刚才那一击的内劲远超6品武者，而且他还在其中融入了一套速度极快的身法，威力倍增，再加上他那只攻不守的搏命打法，这乔木是个狠角色呀！我家祖传的牵引步是这样用的，轻行逆纵，闪转腾挪的轻功，怎会被他用得如此爆裂无比？难道这么多年我都练差了？臭老虎，刚才不是很嚣张吗？受死！住手！这碧琴飞狐乃是玄天宗圣女的灵宠，立刻把它交还给我。仙门的规矩，与我一匹夫何干？这孽畜害死不少人命，按武国律令，当斩！杀了！如此果决地杀了虎妖，他怎么敢？为什么这个武夫这么轻易就做到了当朝天子都做不到的事？你居然！杀人的孽畜已经伏诛，但纵虎杀人、草菅人命者，一样要偿命。仙宗灵宠犯事，自然由仙宗处置，还轮不到你一个凡人插手。而且你还诬陷本仙，
罪当万死。抱歉，那可否请明月上仙解释一下，你为何出现在这里？捉妖是纵妖，放肆！本上仙的行踪还要与你交代。你们擅自行动不与我汇报，妨碍仙宗行事，还残害圣女灵宠，衙门所有人等死吧！草菅人命，目无王法，你们仙门迟早要为此付出代价的。乔木，你没事吧？振作点，你放心，我和大人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别救我！乔木，我这次真的吃得好饱呀！和喵以前只能晚上偷偷跑到那些快死的人那里，当然和死气填肚子不一样。这不快死气冲动没得说，而且他昨晚还救了我，好特别，好喜欢。可惜最后那捕快被火药重伤，我一路跟着，结果还是晚了一步，途中气就没了。唉，被我看上就意味着死期将至，本喵注定是孤独一生。疼！这复活点怎么在树上啊？他还活着！怎么又是你啊？既然你这么喜欢我，就当我的吉祥物好了。竟然只有 B 加级，难道是影响力不够？这案子陈映雪肯定已经上报了，如此大案影响力绝不会只有这么点儿，除非这案子中途就被压下了，所以这事根本没人知道。难怪这些修仙者如此嚣张。哼，罢了，系统把我的点数全都加在长生拳上。既然衙门不敢惹事，那就我来。反正捕快乔木已经死了，怕牵扯其他人。这就是长生拳大成了。感觉全身气血充盈，要刷高评价还是得人前显圣，先提高声誉才行。无常，咱们走，直接上玄天宗抓人。躲进影子里了，稀奇古怪的能力。妖物各有异能，修仙者手段多样，只有武夫在挨揍。这世道啊，这就是以前的河阳乔家大院吗？今日15，来玄天观烧香敬神的香客还真不少。求求上仙，我儿子儿媳几日前被妖怪害死了，孙女当日躲在柜子中受了惊吓，昏睡至今，这才醒过来。可成了这般痴傻模样，求上仙救救我的孙女，老夫定日日来观中上香供奉。仙人观中不得喧闹，前面的都是一些达官贵人，没看你们的五品同知大人还在里面上香吗？到后面等着去，仙人也忙着呢。求上仙保佑我的第9房妾室给我生个好儿子。可不急啊，上仙，我老夫人如今就只有孙女这一个亲人了。我给您跪下，我给您磕头了。说几遍了，让你等着！再胡搅蛮缠，别怪我不客气。师姐，你刚才说你儿子被妖物杀害，这小女娃在边上看到了。是上仙，我孙女的魂是不是被那妖怪给吃了？确实有失魂之症，请跟我到内殿，我会亲自为她治疗。真的吗？谢谢。婆婆，你可不能跟他走，纵受其凶的就是他。这声音是乔木，他不是被小虎重伤，怎么会毫发无伤的出现在这里？玄天宗的上仙放纵妖兽行凶伤人，不可能吧？这不是宫门捕快乔木吗？身为衙门差役，凡事要公事公办。既然说我纵兽行凶，可有证据？诸位，我与这捕快之前有些过节，所以今日才来诬陷于我。区区一个捕快，还想捉拿仙人？圣上都不敢。你擅闯仙门，毁我仙门清誉，该当何罪？大老虎，爹爹，娘亲，孙女，你这是回魂了，没事，奶奶在。这小女孩刚刚是指着明月上仙吗？我好像听说玄天宗豢养灵兽。住口！一群凡人，胆敢诋毁本仙，都想死吗？还有
头在仙门闹事，是死罪。今日你休想活着离开，整个衙门都要连坐。是吗？可我不是什么宫门捕快，保姆他得乔匹夫。既然大言律法管不了仙人，那便由我乔匹夫来管。还不快上！无知狂徒，敢对我明月师姐动手，看我把你大仙发放！来得好，就让我看仙本实力。不会仙子，你是武夫。武夫只是凡夫俗子，我如今已经拜入仙门，迟早能得到玄门正统仙法，得道长生。原来只是仙门走狗，怪不得在此道观看门。哼哼，只要今日杀你立功，圣母定会准我入内来，我就不必在此了。看我终极绝技天魔解体！在我乔家人面前耍天魔解体，班门弄斧！天魔解体！想入内门的师兄弟们，跟我一起上！杀了他！哼，小菜一碟。动不了了，师姐快动手！尸骨离火符。什么？去！师姐！长江瞬间魔法，这就是仙术的威力吗？师姐，你害我！肉体竟然瞬间化为灰烬，好歹毒的仙法！怎么还是沾上了？好疼！滋味如何？这可是圣女赐我的尸骨离火符，平时舍不得用呢。这火焰能销魂蚀骨，再把你烧成灰烬，它是绝对不会灭的。灭？那就让它烧吧！天魔解体，完全爆发！今日我虽身死，但求世间公道长存！你疯了！乔家乔匹夫，请上仙受死！不可能！我是仙人，我死在凡夫俗子手里！救我啊，师兄师姐！你们为什么不救我？还好之前把点数都给了长生拳，才能勉强扛住这蚀骨离火。可这具身体已经不行了，这样也好，至少明月没机会对那婆孙下手了。而且当众世间，人前显圣，再加上离火中化为灰烬的帅气死法，评价肯定不低。嘿嘿。玄天宗来复仇了！等等，你们看乔英雄，他身上的火焰消失了。真的，这是上天保佑！飞剑斩断我的手臂，火自然就灭了。看来出手之人不是想伤我，而是想救我。但是都烧成这样，还不容死了呢！刚刚剑就是从那里飞过来的。敢问是哪位高人出手相助？可否现身一见？让我这一趟又白干，让我逮到你，一定好好感谢你。陛下，您让微臣出手救他一命，但感觉他好像不咋高兴。的确，真是和他兄弟乔木一样难以琢磨。没想到他为了无常妖兽的案子，真跟仙人动手，我一定好好甚感谢你，至不惜以命相搏。一个武夫都知道要维护世间公义，而朕虽为皇帝，却不敢逆势而为，如何担这天子之责？臣万死。陛下深谋远虑，所处位置不同，自然无法同他一般鲁莽。其实微臣知道，陛下您一直心系天下，只是仙人强势，您一直在忍辱负重。朕倒更愿意像他一样快意恩仇。罢了，你去把他带走，不要让玄天宗的人盯上。朕不愿眼睁睁看着义士遭难。怎么了？来不及了。
明月死了，连石骨离火符也用了，还死在了那凡俗武夫的手里。他天资低下，却总爱争宠表现，活该有这一劫。只可惜堕了我玄天宗的威名。今年负责驻守玄天观的是那位赤阳师兄吧？不过他云游去了，估计这事儿要你我负责。也对，毕竟玄天观是香火道观，再不收拾那武夫，日后香火衰败，你我少不得一顿责罚。看来是不需要我等多事了，继续下棋吧。你是何人？这女子是谁啊？武圣灵犀诀感应到的，应该是武技会的人才对。为何对一个修士也有感应？一个寻求道义对错的人，敢问姑娘又是何人？无趣。仙门行事，哪怕是错，也是对。这离火比明月的强不止10倍，看来你就是明月口中的圣女。很好，今日15，你烧香敬神，希望我这皮肤之香上仙受得起。此人身上有武圣灵犀诀感应，武技会竟沦落到派一个6品武者来掌事。明月虽死不足惜，可他终究是我的人。眼下这个时候，我不能损失半点威严。躲在树林里的那2个气息消失了。罢了，由他们去吧。此事不宜节外生枝。这次捡到宝了！这人类居然可以无限复活，这纯厚的死期真的爽死本喵了！我说你这家伙，别只顾着吃死气啊！打架的时候好歹帮点忙吧。本喵可不擅长战斗，但是卖萌还是可以的。不过这次奖励还不错，死的也值得了。丹田气海又膨胀了，已经是4品武者了，再进一步就是炼神。我现在手上对炼神有益的功法，只有长生拳炼尽篇和纯阳无极功，且都不完整。武圣灵犀诀是低品武者可以修习的炼神秘法，与真正的炼神武学还是有区别的。那位玄天宗圣女用武圣灵犀诀能感应到她，说明她和武技会有点关系，得查查她，看看能不能找到长生拳下卷炼神篇的信息。找到了。有武技会的人混进来了。圣女在上，圣火灼灼，保佑圣村驱病驱魔。这样永城吸收的效率太低了，要突破筑基，还需要更多的香火原理。有武技会的人混进来了。见识过门口那群武奴，我现在强烈怀疑这个圣女的含金量。想不到玄天宗的圣女居然住在这种平平无奇的。鬼大人饶命啊！我只是被我爹硬塞到宗门里的侍女，冤有头债有主，烧死你的是圣女，我是无辜的。喂，
我问你，你老实回答，否则我就带你一起走。我什么都告诉你。好，姑且信你，但如果你敢耍花招，绝对不会。我爹是河阳知府，只要你不伤害我，我就让他给你做最好的法事。少废话，你们圣女是什么来历？圣女曾经是武圣人的弟子，名叫武清心，也是武圣人的养女。武圣人不是罪犯仙宗吗？他的养女能进宗门？鬼大人，你有所不知，40年前武圣人败于仙人之手，之后他辞官创立了武集会，然后就消失了，连我们宗门的长老都找不到他，武道也因此败落。各大武道世家被武圣人吞灭之后，零散的武修也找不到出路。后来大概过了10几年，我们圣女就拜入了仙门。圣女虽修武道，但仙道资质也是绝佳，入门不过5年，就已经远超其他同期的弟子。后来长老们推选她做了圣女，为天下武者表率。从那之后，越来越多的武修转投仙门，圣女大人是我的偶像。好一招千金买马骨，难怪会有武道之人愿当仙门走狗。但修仙哪有那么容易啊？武者入了仙宗只是下等仆役，根本接触不到修仙的核心。不过武清心既然是10几年前拜入的玄天宗，乔家灭门一事应当和他没什么关系。那他这儿估计也没什么长生拳的线索。你对武集会了解多少？有没有见圣女练过什么武道功法，或者她有没有教过你什么？是我自己能力不够，还不配圣女传教，我必须加倍努力，养好的灵兽，照顾好圣女饮食起居，不吃不喝不睡，这样一定能获得她的青睐。这仙宗怎么整得跟邪教似的，还带给人洗脑的？那武清心现在是什么境界啊？哼，我们圣女天资卓绝，这次闭关已经快突破筑基了。多嘴多舌。圣女这是将人命当作什么？不是鬼啊，是你。我乃乔中，白天被你烧死的是我弟弟乔匹夫。我乔家满门忠烈，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悍不畏死。你杀我弟弟，我是来找你报仇的。又来，哼！不能死太快，得掏出更多信息才行。开个玩笑，同为武集会的人，师姐干嘛这么大火气？愚不可及，总归你迟早要死在武圣人手里，不如我现在就助你解脱。师姐，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连见都没见过武圣人，他为什么要杀我？莫非我身上有什么不该有的东西？啊，我知道，是武圣灵犀诀。你我都练了武圣灵犀诀，看来我猜中了，因为武圣灵犀诀有感应。你以为我是武圣人派来杀你的，而你背叛了武圣人，拜入仙门就是为了破解这门功法。我说的没错吧？白天非余位的人救了你弟弟一命，你们是皇帝的人，这我和皇帝并无交集，甚至骂过他，他为什么要救我？大元皇帝在哪儿？我说我压根儿不知道什么皇帝，你信吗？那你也没什么用啊。这圣女什么毛病？一言不合就动手！对不起。圣女饶命！我保证什么都不会说，现在就写信给我爹，让他想办法修更多的圣女庙，为圣女多供奉香火。记好你的身份，再敢多嘴，本圣女会让整个楼府化为灰烬。是。孙长老，河阳府城这边疑似出现了大炎皇帝身边的非余卫。知道了，也请圣女继续勤加修炼，早日踏入筑基期。玄天宗找了皇帝许久，这情报里已是为宗门立功了，想来可以换点灵丹妙药
祝我相信，终有一日，我也will入这玄天宗群仙之位，必须尽快提升修为。那乔匹夫被仙人烈焰点燃之后，他成为了一道匹夫之香。火光之中，他悠然嘶声大喊：“我这匹夫之香，仙人可受得起！”好，这乔匹夫果然是人间豪侠客，舒服。一边喝茶一边听别人夸我，这感觉真让人上头啊！但是被烧死实在是太疼了，还是2次啊，尸骨无存。第2次被烧死，评价直接只有 C 了，亏死！虽然我想死，但是我绝不能死得这么不值。武清心，下次见面就该我送你上路。不过这次复活，这副皮囊反倒更年轻了，看来是长生拳有驻颜之效，哈，这一波不亏。但细细想来，武清心畏惧武圣人，却能赶堂而皇之拜入仙门，大概率是那个武圣人有什么谋划把武清心安插进了仙门，而他想借机摆脱武圣人的掌控。所以，这武圣灵犀诀到底有什么蹊跷？不感应不知道，这河阳府城竟然藏着这么多武集会的人。武清心传来消息，说大炎帝出现在了河阳府城。按照约定，半个月后永和帝便会扮作普通香客来到青灵山主峰，跪拜玄天宗众仙人像。可他这1个月来东躲西藏，连我也联系不上，难不成是想连阵毁约？他今日倒是敢让飞鱼卫出手救一个强闯玄天观的凡俗武夫，真当是自己权衡利弊，才让大炎从众仙门手中苟延至今吗？9大仙门高居云端之上，40年前就杀尽了大炎的精锐，要改朝换代不过是挥挥手的功夫。我等修仙要的是人间包括香火愿力在内的一切资源，当个人间帝王有何用？不过是一群猴子之中的猴王罢了。我们该是驱使猴王的存在。无所谓，反正半月后他不跪也得跪。届时玄天宗便是大炎天子首个叩拜的仙门，何应大兴居9大仙门之首。吃不变节外生枝，偶尔也得给皇帝放松放松，也好展现我们仙门的大度。既然是武清心用离火烧死了人，那自然用他给皇帝一个面子。史书的意思是立武清心为圣女，最初只是想以其为饵，将武圣人挫骨扬灰。可惜这么多年，武圣人也没上钩。既然如此，留他何用？陛下，微臣查到乔匹夫以及他口中的乔家，与当初被武圣人灭门的河阳乔家并无关联。除此之外，雁城内也有乔家的故事流传。乔家父子皆义士，有古之任侠遗风，以死得其所作为家训。祖传功法是天魔解体，这家真不怕断子绝孙吗？这臣就不得而知了。陛下，有异人来了。玄天宗赤阳见过大燕皇帝。玄天宗的仙长到这儿，可有事？朕拖着去清明的时间，一路微服私访，怎么会突然暴露？我自然是来催促皇帝你启程的。对了，昨日有个凡俗武夫强闯玄天观，我听闻皇帝同您身边这位飞鱼卫似乎是做了点什么呀？我昨日救人用的是普通的飞刀，并无飞鱼卫的特征。不对，武清心是武圣人的弟子，他认出了我投掷飞刀的手法，是飞鱼卫专有的飞星手。大意了，可朕现在也找不到第2条路逃过这叩拜。仙长莫见怪，昨天玄天宗决定除去武清心的圣女身份，并将其逐出河阳府城。怎么回事？玄天宗的修士比其他仙门更好说话，居然还讲是非对错，他们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既然此事已了，你也应该立刻启程。半个月后，我们青灵山再见。
阁下跟了我一路，何必藏着？出来见见吧。放心，我绝无恶意。在下乔中，听闻您是河阳消息最灵通的说书人，特来向您打听点消息。乔中，你也是乔家的人？我确是乔家人。你是？我叫江城。当初在雁城时被城主郭岩之子当街羞辱，多亏你家乔大侠仗义相助，感激不尽。是你啊！你不说，我还真没认出来。自那以后，我就一直宣传像乔家这样的侠义之士，鼓舞更多的人去反抗腐朽的朝廷和虚伪的仙人。你这样不怕得罪官府和仙家吗？无妨。刚才你追我的时候，想必看出来了。我的身份不一般，没错，我其实是听潮楼的人。武圣人除灭整个旧武林时，听潮楼活了下来。我们的楼主便是江湖大名鼎鼎的白晓生，他广布耳目，收集江湖各路信息。武林上流传的兵器谱、英雄榜什么的，都是我们楼主弄出来的。就是搞情报的呀。差不多就是这样。都怪最近楼里有些无聊的家伙，搞了什么江湖美女排行榜、年度烂裤裆盘点、江南青楼指南什么的，害得听潮楼威名受损，所以你才没听说过。刚才那些，说详细点儿。原来你感兴趣的是这些吗？我主要负责传播江湖真相，那些另类排行榜，我确实知道的不多。不过最近武集会的清选使在招揽练了武圣灵犀诀的人，而他们这次的追杀目标就是当年背叛武圣人加入玄天宗的圣女武清心。谢了兄弟，改日请你喝茶。难怪河阳府突然来了这么多武集会的人，原来都是冲武清心来的。如果我能混入这次的猎杀行动，很可能获得长生拳下半部，甚至打入武集会内部。这武清心的一血必须由我拿下。奇怪，居然只来这么点人，就这还想对付武清心？传送人头啊！小兄弟，看样子你似乎不是武集会的人，与我一样是为了练神功法而来。大哥怎么称呼？找我有事吗？小兄弟叫我老胡就行，反正尊使还没来，找个人聊两句。看你年纪轻轻就已经是4品武者，可是有什么上乘的内家功法？实不相瞒，我练的功是从武集会得到的一门上乘功法，虽说只有半本，但当真不错。另外我还有半本独门秘籍，咱们可以多交流交流啊。好啊，不过只有半本，那以后还得多跟武集会打交道嘞。哼，又是半本，看来很多秘籍的下半部都在武集会手中。武者想要更进一步，就得为他们做事。半本也很好了，以往上乘功法都被武林大派攥在手里，资质稍差的都接触不到核心功法。现在多好，做任务就能拿到，而且半本上乘武学够很多人苦练一辈子了。话说，我们在这儿坐了半个时辰了，关键的星选使人在哪儿呢？什么时候出发狩猎武清心？不会是怕了吧？哼，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怎可对尊使不敬？尊使对付武清心自然有万全的安排，岂容你这小子智慧？武清心不仅是仙门圣女，还是武圣人的弟子，善使一招离火符，昨日便烧死了一个高品武者。那人是近来江湖上盛传的乔家人。乔家是什么背景？骂了皇帝都能毫发无损呢。哦，这么厉害吗？诸位要是怕了，可以回去。反正武圣人这传功给功劳最大的人，少一个对手，立功的机会反而更大。哼。
铁布衫，很好，那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铁臂神拳。硬攻不硬过我的铁拳吗？拳技绵绵不绝，这拳师的实力不俗，不过最多也就跟我4、6个，打败他不是什么难事。倒是那边那个家伙，全身透着强者的气息，其他人肯定也察觉到了，所以没人对他动手。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先作个死。明明能一击毙命，却故意留手，所以你有意引导我们出手，只是想试试我们的实力。我说的对吗，星玄使？你是怎么看出来的？这里不止一个人练了5圣灵犀诀，你混在其中不易察觉，但仔细辨别就能发现，你散发出的气息远超我们。最关键的是，你身上带有武基会星玄使的令牌。刚才那一枪是为了挑开我的外袍子，我竟然丝毫未发觉。小兄弟好身手，敢问姓名？在下乔中，暂时还是用这个马甲吧。乔，最近盛传的那位英雄是你的？没错，那位被烧死的正是在下的同胞哥哥。原来如此，小兄弟是为兄长报仇的。这次的行动难度不低，实力不济的武者只会白白送命，冒昧试探，还请各位见谅。好在各位皆答4品，定能杀死叛徒武清心，获得丰厚奖赏。顿时客气了，我等定然全力以赴。很好，我在客栈备了马，事不宜迟，我们速速出发。话说武清心现在何处？他似乎不在城里。放心，勾魂手徐成和其他几个4品武者已先行一步，找到了武清心的位置。我知道他是成名多年的高手，擅长硬功，打法以命搏命，称得上4品中第1梯队的强者。是徐成，用木桩穿过，活活烧死那个女妖，果然残忍至极。武清心故意减缓燃烧速度，为的就是让我们看到他燃烧时的惨状，以此为首。乔兄弟，为何如此有经验？被烧死2次，能没有经验？有新的感应了，这山林深处有一处村落，武清心就在那里。追！走！大道无事，天眼49，人遁其一。武清心，你虽然因犯错被逐出宗门，失去圣女的身份，但任何磨难都是考验。只要你能赶回清明山玄天总部，仍可成为我玄天宗的弟子。明知我出了玄天馆就会被武技会追杀，还收走了我的法器，还让我赶到清明山。我看他们根本就没想让我活着回去。圣女娘娘，你是圣女娘娘吗？听娘亲说你是救了我们所有人，你是个很好很好的仙人。这小孩，老知府是把周边的难民送到圣女村里，还给我提供香火院里了。灵，你看，圣女娘娘从画里跑出来了。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圣女娘娘显灵，请恕孩童冒犯，快回去找你娘，大晚上的别乱跑。灵再见。那小孩是你带进村的，都是别地受了灾的难民，看他们饿得可怜，就都带回来了。后来城里的知府陆陆续续送来银钱和人，这村子也就这么安定下来了。这么些年未见，圣女一切可安好？多谢母亲挂心。圣女说笑了，民妇怎会有此福分，和神仙做母女？民妇是有双儿女，但在多年前便死了。当年虎圣人为抢秘籍，灭天下宗门，
来到我林家，母亲为了保家中老小平安，将武道资质出众的我送给武圣人做交换，可最终还是没能保下林家。武圣人收养我，也只是为了让我做他的武道养料。怎会如此啊？他当时明明答应了我。武圣人连人间王法都不放在眼中，又哪管一个人死活？我入仙门修行，也不过是想摆脱他的控制。如今宗门也弃我于不顾，但我不怪母亲，从来都不怪。10年前你建立圣女村助我修炼，可我想尽办法，还是未能突破。如今我被武吉会追杀，自身难保，来此是想见你最后一面。圣女不过是清源福薄的一根野草罢了，以后的日子还请母亲保重。圣女在上，民妇斗胆，想请圣女赐福。这鬼村子阴森森的，咱们直接闯进去吗？不急，先商量下对策。等等，有人来了。是武清新叫来的帮手。村民而已，别慌。叔叔，你们都是来找圣女的吗？是啊，小朋友，能带我们去找她吗？不行，外人，闪开！站着别动！有两下子啊，老胡，你这一刀下去，尸骨离火都没了，交给我呗。不过是把沾了火的表皮给去了。先不说了，那妖女肯定感应到了我们，提前设了埋伏。居然利用孩子，无耻至极！这些村民已经教义入脑，无药可救。护我圣女，死而无憾！护我圣女，死而无憾！护我圣女，死而无憾！熊熊圣火，焚我残躯！护我圣女，死而无憾！是尸骨离火，先退，万不可让火沾到。该死，这妖孽居然耍这种手段！连尸骨离火都能劈砍，老胡怎么做到的？庖丁解牛刀法，这老胡是刀道魁首的后人。刀道魁首？轩然战争前后，武圣人在白晓生的武林英雄榜中排名第10，而当时的英雄榜第10便是一个姓胡的刀客。哦，比当年的武圣人还厉害，那今后可要找老胡好好讨教了。诸位，这里有我顶住，那妖女一定就藏身在附近。嘿，交给你们了。熊熊圣火，焚我残躯，护我圣女，死而无憾。星儿。
冲我重击！老胡说的没错，他果然在这里。妖女，你的死期到了，这头功我拿定了。找死！妖女厉害，分3路攻。嗨！分身术，我这是到了木叶村。不好，这化身是极火符纸所变。罪人们已被点燃，当入炼狱，灼烧万世。尘世苦浊，大岩朝纲疲敝不堪，覆城覆水苛重，唯我圣女村赐予可怜之人以新生，为世间真桃源。是圣女，圣女显灵了！感谢圣女引渡我儿早登极乐，感谢圣女！邪神之火灼尽尘世罪恶，熊熊之火焚我残躯，引渡我等早登极乐，引渡我等早登极乐，引渡我等早登极乐。很好，再多来点，很快我就能突破重击了。他们有何胆量，敢凑到我面前找死？妖女，受死！早登极乐。烈火焚身还有勇气与武清心一搏，倒是个刚烈的家伙。又是你！明明早该被我烧死了才对，为什么？为什么你没死？为什么你就是不死？我死可以，你不能活！老！愚蠢的愤怒，愚蠢的战斗，妄想用肉身对抗术，可你被烧成灰，终究是我获胜。我不到那时候，妖女受死！我终究会原仙道，杀了我，你们以为就能活吗？蚀骨离火不死不灭，这里无人不知。杀你是你多行不义。我不义，一群练了武圣灵犀诀的蠢货，你们早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你们也不想想，为什么练了武圣灵犀诀的人互相有感应？为什么所有武者都能练？因为他本就是武圣人，为了方便追杀高品武者，专门创造的秘法呀。仙人战争之后40年，武圣人奔走九州，搜集了3000天资卓绝的武道天才，他们成了武圣人的弟子，有的甚至成了养子和养女。武圣人教给他们最好的武武，最高深的武技，当然也包括这武圣灵犀诀。然而修炼了武圣灵犀诀的人，最终都将成为武圣人的资粮。武圣人将他们杀死，并夺走他们一生修为。武圣人那3000弟子，你们猜有多少还活着？哪怕是躲到天涯海角，武圣人也会顺着直觉的指引，将所有人一一杀死。天大
大地大，从江湖到庙宇，从世俗到仙门，已经没有你我的活命。不再听，多说点。我们都是无声人，我当上的垫脚石，今日的我就是明日的你。放了我，我有机遇能化解此难，让我们不再笼罩在死亡的阴霾下。死就死呗，但是杀死我的只会让我更强大。圣女死了？这不可能！圣女不是死了，是飞升，圣女飞升了！今天开始，我们不只是圣女村，更是仙女村了！说什么离火难灭？我看不及人心万一。诸位，你们还好吗？差点没撑过去，还好杀了武清心，离火减弱了很多。可老胡重伤，失了气力，帮不了我们。诸位试着运功，看能否多撑一会儿，再想办法灭掉这火。你们加油！我这已经2条腿迈进棺材，就等结算。这次干掉个圣女，评分应该稳了。乔老弟，这次杀武清心，你可立了大功，能让我老胡欣赏的人不多，你算一个。有请你最后没受武清心蛊惑，看淡生死的豪情，更令人钦佩。过奖了，老胡。要不是你，我们连村民那关都过不去。哦，对了，你答应会教我刀法的，没忘记吧？你放心，等回城立刻就。老胡！是尸骨离火，武清心没死。区区武夫也妄图杀我，只用最基础的仙法屏蔽了生机，任何顶尖的武者都无法察觉。即便受了致命伤，也只需靠符咒便能完全恢复。这就是仙法，武学永远无法超越它。你们这些武者，拜伏在我们仙人脚下，就连武圣人也一样。哎，清心，我将你送入玄天宗修行20余年，又给了你这么多时间表演，本想着你能拿出点像样的本事，结果就这，浑身行头就认不出了。这离火仅一息之间便被轻易覆灭了，他的气息比武清心强100倍不止。错不了，他就是武圣人。不可能，绝不可能！为什么我能打破无声灵犀诀的双向感应铁律？为什么你无法提前感知到我？你不配知道！我真傻，他20年前做不到，不代表他现在做不到啊！他比当初还要强。对不起，义父，我只是太惊讶您的修为了。我将你取名为清心，便是希望你心境清明，而你偏偏心境差点火候。武道炼神，仙道筑基，你是一个都没做到，是怕破境之后也死在我手上，道心彻底崩塌吗？义父，女儿不敢，女儿不敢。也罢，既然你这么想我给你个机会，打败我，证明你有活下去的资格。这么多年，我费尽心思的躲着他，抱着恐惧苟延残喘，这一天终于还是到了。哎，不听话又不能的孩子，可是要被杀掉的。他是认真的，如果我不能赢，就一定会死。武清心要殊死一搏，正好可以好好看看这武圣人的实力。居然直接上，这要跟武圣人拼武技？我逃了！不可能赢的，我会死，我会死的！
快下门！磕头认错，哪怕受尽折辱，只要能保命，怎样都行。好强！这是武者能做到的吗？当年看你天赋不错，对你还有点希望，如今连逃跑速度都如此平庸，当初留你一命真是一个错误。好在这个错误可以纠正。义父，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活下去啊！凭什么？凭什么我一定要死？我只是想活着。仙门将我当弃子，而你将我当养料。你知道一辈子活在恐惧中是什么滋味吗？终有一天我会跟我一样，不得好死。我的恐怕真要落得和武清仙一样的下场。你怕了？天下武者皆想以武发仙，天下人也皆知，能做到这件事的唯有武圣人。武集会的宗旨是以极致的武力屠尽仙人，方开世太平。可武圣人战败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屠尽当时的武林世家。强者挥刀向更强者，而弱者才会挥刀向更弱者。杀不了仙人，先杀自己人。喂，乔兄弟，你干什么？哼，你这样的人，真能开万世之太平？你在教我做事？治世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对抗仙人至今，牺牲的是成百上千的武学世家，是你的3000弟子，10万袍泽。既然都可以牺牲，那你武圣人为什么不死？有趣，实在是有趣。你这小子比武清心要有趣多了。上来，领死！下来，让我领死！自己找把趁手的家伙。我等你。他没有运气，只是靠肉身便挡住了。既然如此，只能拼死一搏了。魔解体！军用枪术，专过筋肉强劲，再加上天魔解体，的确是以力打力的好法子。但是，天魔解体这种伤敌1000自损1万的功法，除了葬送你的武道之路，没有任何价值。厉害，不愧是武道魁首，极品的刷分对象啊！好匹夫休狂，我会的可不止一个天魔解体。乔家满门用长生拳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一人。乔兄弟，
唉，可惜了。世人只知我武圣人为名，却不知道武圣人不是生下来就是武圣人的。前半生，我武道一路高歌猛进，官道也一路亨通，直到先人战争战败，我抛棺弃绝，潜仙武道，创下武圣灵犀诀，并寻到天下前10的至强者们，教了他们完整的武圣灵犀诀，彼此约定10年之后再决战。最终的胜者将集其余强者的武道于一身，以武成圣。当年的天下前10，人人皆可成为武圣人，只是我活到了最后而已。弱肉强食，便是这世上最大的道理。这便是我的武道。而你是弱者，太弱了，连让我吸纳的资格都没有。哼，垂死者断臂！冷静一点了，6成出力。这小子为了找机会反击，居然自断一臂，即使身处劣势，意识模糊，身体却依旧死战不退。这样的心性，难得啊！乔兄弟，武圣人居然被压制了。传闻乔家秘法波纹叠浪劲，一次出拳只在6、7分力，同时劲力爆发的极短时间内发出第2重劲，2重劲力叠加，便如浪涛一般重重叠高，迸发出10成以上的破坏力。乔兄弟，加油啊！打垮武圣人！有意思，你比我想的还有意思。是之前吃掉武清星的招式，乔兄弟危险！瞧不起谁啊？现在想吃了我？我乔中是乔家最弱的一个，家中尚有诸多长辈高人隐世祖老，世代追求杀身成仁，与你这个吃人的武圣人是绝配。武圣人，我请问你，若弹尽我乔家人皮肉骨血，可图仙人否？既然你那么着急找死，那就成全你。乔兄弟，你们也一样，继续恐惧我、憎恨我，去变强。有朝一日，再次站在我的面前，杀死我，是你们唯一的生机。不杀我，不是不杀，是还不到时候。等我们这些果实成熟，他就会来摘取，我不会让你得逞。我要把你今天的事传告天下。那便传遍天下吧。我恭候一切挑战。为什么不杀了我？我这副残躯已经波罗的，别让我白干呐！说话呀，你个老登！你不会不敢杀我吧？一定是怕我家人寻仇！哈哈哈哈哈！堂堂武圣人居然胆小如鼠！想死不想死是你的事，让不让你死是我的事。我懂了，你是想看我以残废之躯苟活于世，生不如死？你真是恶毒！怎么，这就躺平了？滚啊！要么痛痛快快补一刀！你不是想要炼神功法吗？只要你帮我办成一件事，我就给你最顶尖的。刚才打生打死，现在要我为你做事？别着急拒绝。你看，那是南州之地的名胜，清明山脉，上面有个道观，
叫青云观，是玄天宗宗门所在。嚯，这山上祭拜的灯火连绵不绝呀！世人愚昧也就罢了，可最近连大炎皇帝都要去叩拜。那个狗皇帝要拜仙人，哼，已经没骨气到这个程度了。哈哈，仙人不过是一人罢了。皇帝这一拜意味着什么？天子之行，民效仿之，全民拜仙，迷信之风乱行，长此以往，便再也直不起脊梁。之前郑屠户的密信里提到过刺杀一事，原来是因为这个。你既有死志，何不在死前干一番大事？刺杀当今大炎皇帝，直面玄天宗一人。此事若成，我自会给你最顶尖的功法。等你功法达成，你可以再次来挑战我。你若死了，你家人来找我寻仇，来多少我也一并接着。最顶尖的功法，我也可以交给他们。我刺杀皇帝的大计又行了，一举两得，有什么理由拒绝呢？好啊，杀了皇帝，再拿你的功法杀你，何乐不为？有种！话说回来，你是怎么变成老胡的？老胡真的存在，还是他就是你？他就是当年的天下第10本尊，我当年赢了他，而后借了他的身份。怪不得你能藏那么多年。看来尾巴都甩掉了，齐正。若有一日我死了，绝不会是为你武圣人而死。呵呵，误伤其类嘛。你也可以试着杀我。算了，你志不在此。他们来了几个？4个筑基期。玄天宗的确是以武清心为饵，因你现身。物尽其用。为了在皇帝拜仙之前最后一搏罢了。这人刚刚与仙人交过手，而且这人明明受了那么重的伤，居然一息便恢复了。啊，差点忘了给他救治一下，他还要去杀皇帝。他眼瞎了一只，一身骨血几乎全废，还断了一臂。不用看了，都这样肯定没得救。无妨。不是兄弟，干嘛？啊？不是，你当我是乐高吗？哇！真的恢复了，这医术比起王宋河恐怕更胜一筹，我的克星又多了一个。齐正，他就交给你了，治好他，早点上路。你们的目标已经在路上了。接下来要说的故事源自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侠客。话说几日前，那武圣人与仙门圣女武清心野外肉搏，在月下打得激情似火。那武圣人俯视着仙门圣女，表情一如既往的冷傲狂狷，没有一丝温度。他的语气也如那千年不化的极北冰山。你再敢离开我的身边试试，哪怕是仙门都保不住你。清心，你的弱点就是心境不够清明，让为夫康康，你的心境有多少长进吧？最后硬生生将那圣女炸成了人干，真是出手邪魔，居然干出了这种事儿！那个他从小养到大的弟子，养了这么多年，就被他这么平常可越发不入流。武圣人的事也敢胡说？武清心是我们武道叛徒，武圣人分明是为了收拾叛徒、打败仙人，才吸收了他的内劲，此乃大义，是为了武道做贡献。呸！你个歪屁股！咱不知道多少人被武技会骗着练那邪门的功法。
明天武圣人把你给吃了，你也为武道做贡献。与我何干？武圣人牺牲的是3品以上炼神武夫，我才8品。原来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现在江湖上都传开了，30年前武圣人吃了10大高手，最近20-30年武圣人又吃了3000弟子，那么现在呢？以后呢？若他进无可进，你猜他会不会吃了你？你这是在无中生有。但这不是没有可能。放屁！武圣人是武夫的最后希望，若他能剐了仙人，老子让他吸又如何？吸收内劲的功法。乔中，你的伤势如何了？多亏了武先生，我现在完全恢复了。先生这手法当真是活死人肉排骨。齐正大人出手，想来定然无恙了。他冠武姓，也是武圣人那3000弟子之一。这几天和他接触下来，他都没怎么说话。这位是武圣人门下7贤之一。3000人吃的只剩100人，这武圣人所为与武清心的圣女邪教有什么差别？武清心2巴掌，他更是降龙18掌。那武先生的绝技是医术，我的伤势居然3天就好全了。这医术比王颂和可离谱多了。医术也是，血肉百变方才入门，你自然感觉不出来。你知道血肉百变？哦对，这本就是武圣人起草的功法。真正的血肉百变是上3品的炼神武夫才能使用的奇术，你手里的不过是基础片。那我能有幸获得真正的血肉百变吗？皇帝在虎城的消息属实吗？喂，话别说一半呢。莫明志传来的消息，他是上任星玄使，应该错不了。且虎城离清明山最近，永和帝由赤阳道人护送，已落脚虎城，不奇怪。皇帝跟个泥鳅似的，这次消息要是不对，咱们怕是得直接打上清明山了。你倒是有趣，刺杀9死1生，你却当成美差。若是一去不回，便更美了。如此心性，难怪武圣人不杀你。哈哈哈哈！放心，兄弟，有事我断后，你只管跑。武圣灵虚诀吸纳了炼神武夫的神，你很有潜质，将来定能踏上炼神之道。武圣人把你牵扯进这件事，是想把你培养成将来的武道种子，或者武道资粮。你只有活，才算是过了他的考验。活？我啊，这听起来难度有点太高了吧？我死了不算，功法寄给我乔家人也一样，我没意见。努力活下去吧。我们先去明月宗与莫明志会合，商讨自杀计划。星玄使，你去通知武圣人。是。这么大的门派也是武集会的，怎么也没个人啊？会不会是陷阱？无人迎接，确实奇怪。血腥味，出事了！进去看看，武圣人应该也在赶来的路上。若真是仙门陷阱，反过来将玄天宗的修仙者擒获，逼问情报，也不失为计策。这话应该我说吧？你个神医怎么比我莽？这来了，等你们好久了！放开那个医生，我来！乔州，莫明志巅峰期是4品武夫，70年迈掉到了6品。区6品，防什么？不过莫明志吸了门下诸多弟子的气血与功力，眼下可能比他壮年巅峰时期还要强。哇！下次先说重点。这他妈4品，70岁这么猛？为何要反抗？我比你强，你反抗也是死路一条。不如束手就擒，让我好好吸纳功力，彼此留个体面。哼，不愧是武集会的老人，这扯淡的歪理和武圣人如出一辙。他内劲比我强出5、6成，但只要天魔解体，就足以压制他。天魔解？不对，我还不能死，下次再解体吧。用轻功与速度拉开距离，不错的主意。可惜现在的莫明志不是这种讲道理的人。成了，胸骨碎裂，只要我再周旋下去，胜算便在我这边。没反应。不对，这家伙在以伤换伤。注意到了，莫明志现在神志不清，每一次出手都是有攻无防，他是冲着杀了你去的。有攻无防，
这打法有点眼熟啊！要是以前这么干脆的敌人我求之不得，但现在我得活，束手束脚打得真憋屈。如果你还有别的底牌，我劝你尽早拿出来。到此为止了。我干嘛要想那么多？要打就打个痛快！天魔解体！这才痛快！别活口！是吴奇正大人吗？老朽要死，也希望能死在武圣人的手下，由他来吸纳老朽这一身功力与气血。当然，这功力若是吴奇正大人想要，也可拿去。他是被我打清醒了。你气血充沛，虽然重伤，但不致死，没到交代遗言的程度。而且比起遗言，不如解释一下发生了什么。昨日我在虎城无意间撞见了玄天宗的赤阳道人，赤阳是护送皇帝的人，因而我便仔细追踪。随后不久，赤阳便出现在了明月宗。赤阳为了不暴露皇帝的行踪，来灭口。非也，我试探过，他似乎并不担心皇帝的行踪被我们查到。他来此是为了探查一件事。探查什么？难道是武圣灵犀诀？这吸收内劲的功法也不怎么样，吃的再多也不过是凡俗武夫。明月玄天之武，尔等也配担明月之名？近日来，武圣人的传闻扩散，赤阳也听说了。他为了试探功法威能，便上门挑衅，杀了我儿与我门下诸多弟子，简直胡闹！他拿人命当什么？你失了爱子，又被毁了半生心血，所以才失智误系幸存弟子。不是误系，有埋伏。莫明志，你这是何意？背叛武集会？还是说你要把我俩也一起吃了？非也，非也。我现在只是区区一线人，不谎报情报，怎么能将武圣人吸引过来？我本来也老了，倒不如舍了这垂老身躯，请武圣人先杀我，将来再去杀那一人。我等也愿为杀一人而死，我等也愿为杀一人而死。他们都是因一人而家破人亡的武者，心性都还过关。我也传授了他们武圣灵犀诀，再加上如今重归四品的我，有资格成为武圣人的食粮了吧？不可理喻，为何要为武圣人而死？我等并不是为武圣人而死，而是想为天下武道魁首而死。如今的民众已经忘记了当初的屈辱，各大道观开进了河阳府城这样的大城，民众逢年过节烧香拜神，已经成为了一种习俗。可百姓怎知，所谓天灾，有多少是一人为了收拢民心造就的？赤阳师兄对香火之道颇有心得，可否指教一下师弟我？这香火之道嘛，讲究一个度。这大燕王朝就得乱，不乱不行，但太乱也不行。尘世苦折，百姓困苦，心有迷茫痛楚不可解，才有更多的民众烧香敬神，寻求心理慰藉，提供源源不断的香火愿力。要是人人幸福美满，那还有多少人会向往膜拜仙人？师兄果真高见，不过世道太乱也不行，又是什么说法？若是战乱、天灾饥荒导致人口大幅锐减，自然也不行，所以才有清明镇这样的小镇，专门庇护信众居住。长此以往，我等将彻底沦为一人豢养的牲畜。县城那么多百姓流离失所，落草为寇，难不成也是被仙人所害？仙道强，武道弱，武道落后仙道空有千年，但这世上也有以武入道的传说。武圣人就是我辈武夫最大的希望。
我等愿为武道魁首挑战一人的垫脚石，哪怕只能缩短1、2差距，也心甘情愿。我等愿为武道魁首的垫脚石。指你们个头！不知小儿你懂？别对我说话，你嘴臭。人不自救，天难佑。哼，扯了张救世的大旗，也兜不住你们的自我感动。既然说是为了天下百姓，百姓中不包括你的弟子吗？他在被你吸干时发出的哭声，你可曾听到？不，这都是为了武道。武圣人，这就是你们的遗言。自觉无力对抗敌人，在万念俱灰之后，便将希望寄托在所谓武道魁首的身上。一群懦夫，想成为我的垫脚石，你们还没有这个资格。既然明月宗消息是假，那我们继续去寻找永和帝下落。不必了，其他分布出来消息，永和帝已经抵达了清明镇。入了清明镇，必然也就进入了青云观。在路途中伺机刺杀皇帝的计划已经行不通了，要么就此放弃，要么直入青云观，强杀永和帝。哎，两位贵客，里面请。真是奇了，这一路走来，没看见清明镇有什么农户农田，反倒都是置办香纸烛火的店铺。难道这镇上的人光靠经商、出租房屋给外地香客就够过活？二位客官外地来的吧？玄天宗的仙长们怜我等生活困苦，因而只要我等每日诵念道经祷告，按时上山拜神，便可衣食无忧。当然，这还得是当地镇民才行。这镇民的户籍可不好到手啊！10年来日夜祷告，一日不能断。但比起朝廷增长的赋税，这已是天大的美事。别的城镇税收都收到20年以后了，大家吃饱饭都是难事。所以清明镇的门槛都快被南州各地的流民给踏破了。我记得前世杀猪场也见过类似的玩意儿啊，是吗？但人活在这世上，钱粮之事总是少不了的。不是生产镇民生存所需的钱粮，仙长们又是从哪里得来的？仙长们神通广大，兴许就是凭空编出来的呗。二位客官好好歇歇，有需要您随时吩咐。收朝廷弹劾的钱圈养自己的信徒，骂名都让朝廷们。艺人们这算盘敲得真响。唐好，还得辛苦神医你出手救治。好说。不管看几次都很震惊啊。是吗？你也试试。你身上的外伤不妨事，倒是天魔解体大法造成的经脉内伤有些麻烦。我的血肉进入你的身体之后，可以帮你省去身体消化吸收的过程，直接修补你的身体内部。3天时间足够修复你的经脉损伤了，不影响你参与刺杀皇帝计划。3天？你们知道皇帝具体的参拜时间？下个月初1，黄道吉日，宜烧香拜神。行动在即，这本功法给你。啊！哇，血肉百变，是你之前说的全篇。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这是武圣人的意思？算是我的意思。什么叫算？你别话又说一半啊！乔中，包括你在内的那几名乔家人，都是重道以轻生死的好汉，但还希望你能多顾及一下自己的性命。武圣人向来刚愎自用，只信他自己。这次行动他有什么底牌和手段？他的实力又到了哪一步？连我都不清楚。你是怕我错信了他，想舍生取义却白白送死，就像莫明志那样？哼，真正舍生取义的人，谁人不敬拜？但莫明志不是，我也不是。信任武圣人的人，基本都已经死了。话又说一半，这个武七正似乎对我相当友善，是同类相怜还是暗藏祸心？我求高质量的死亡，可我也有我自己的坚守。我与武集会本就不是一路人，更算不上同盟伙伴。
数量过百的玄天宗众仙，大言朝廷如何与这玄天宗众仙为敌？朕当然知道，与玄天宗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若朕今日只是以一个普通香客身份叩见，将来日后还能周旋一番。永和帝既见众仙，为何不拜？为何不拜？不拜？为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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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拜？请陛下拜神！以联手之名让朕来南州，实则要让天下人皆知朕跪于他们面前。可朕又有何法破局？或许全心投靠清玄宗才是正道。陛下，这些香客不对劲。今日拜神的上千香客都是山脚下仙宗豢养的虔诚信众，他们心中早就被种下了一颗种子，待到合适的时候便会破土发芽。而此刻没有发生的香客，便是武集会的刺客。不可坏了大计。区凡人，怎知我仙宗威能？吵死了！陛下，好险！方才被仙们乱了心智，是何人帮了朕？没人要帮你，我是来杀你的。他是何人？为何在这种情况下贸然上前？这般莽撞就是送死，那可是……给我移！万法禁局。犯我玄天者，诛！哎呦，什么情况呀？这是打起来了！青阳长老正在教训武集会的武夫，真的假的？我去看看。哎呦，别去！飞沙走石太凶险，前面的人都下来了。未到炼神，无法料敌先机，这剑阵之下，他必死无疑。一群莽夫，看清楚，这就是凡人与仙人的差距。站那么高，不冷吗？这不可能！你的生机明明已断，为何此刻生机更加逼人？大仙儿，你怕吗？要先救我，不无常啊！我发现血肉百变并不会给自己伤刺，甚至能稍微移动自己的器官位置。血肉百变小成可控制肉身变换，血肉百变可以器官，防止恶化，生不致命。长生加点，此次古怪的很，若是落败，我玄天宗颜面无存，师兄长老一定会降下重罚，不能输，必须杀了他。既然我的武器无法破开你的防御，什么？那你就尝尝自己的法器吧。他竟能反将一军，莫非武道之路当真能与修仙抗衡？臭小子，我可还没出全力呢！是阳龙西服，斩！来得正好。我发现自身和一人作战有优势，这特效太足了，足以直接毁尸灭迹，重生都省事了不少啊！
正面接下我这一击，炼神武者也无法幸存。我看你怎么……你在找我吗？没用，连个小喽啰都对付不了。果然没那么简单。怎么，本仙好心救你，大炎皇帝还不快拜谢？欺人太甚！陛下小心！虽然不知道刺杀行动的全盘计划，但计划的大概方向我也能猜得到。武圣人，你终于来了！放着你的小喽啰大闹一场，还是忍不住出手了。武圣人以武逆行伐仙，必然引起仙门震动。那时候便是刺客们将永和帝一举击杀的最佳时机。但这里是玄天宗的主场，修仙者的数量不会少，机会只在须臾之间。我刚刚充其量不过是替他探个路罢了。今日是永和帝拜神的日子，蛰伏40年的阴沟老鼠武圣人也现身了，可谓双喜临门。诸位师弟，随我诛杀武圣人！起！凡人武道魁首，你这数十年的确有所长进，只可惜逆入魔道当猪。我是魔道，那你们就是仙道。是魔是仙，胜者说了算。胆大包天，请师兄再给我一次机会，除了这武圣人，或者……中了！炼神武符在小范围的闪转腾挪上有章法，但终究是血肉之躯，一旦失误便是生死毁灭。不对，我的飞剑与我的身世失去了联系，为何我不是已经斩中了武圣人的身体？啊！青阳师兄死了！什么邪魔歪道，这还是人吗？山滩上的青阳仙人就这么死了？这才是武道啊！凡俗武符也可逆行伐仙吗？如果真的可以，那我这些年的隐忍，我的选择难道错了吗？各位同门，面对魔道无需留手，一起出手！好！这才是炼神武符的料敌先机啊！我们这么多人面对武圣人这么一个凡夫俗子，若是失手，仙门颜面何在？武道不死，杀！强者为仙，弱者为魔。永和帝，拿命来！武集会的刺客都被义气冲昏了头，修仙者虽然被惊到，但却丝毫不乱。他们一定还有后手。那座雕像的眼睛动了。陛下小心！是哪只老鼠在搞鬼？人间的武夫，你已铸下大错。是天行长老，天行长老出手了！一凡是仙，当受五雷轰顶之法。这是执法级别的修士出手了，圣人能扛下吗？他想说什么？他在看阵，还是他们？武圣人以下犯上，触犯上苍，遭受五雷轰顶，化为齑粉，形神俱灭。死得好！世上早没有什么武圣人了，死得好！主持人的邪魔早该遭受五雷轰顶。武圣人死了，这不可能！我加入武夫对抗异人的最大希望，就是有朝一日能看到异人死。可如今方阵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对武夫而言，
武圣人是上一代武道至强者们的集合体，是须臾之间照亮天空的酷烈太阳。烈日陨落，武道不在，胜者为仙，败者为魔。这回旋镖来得可太快了。哼，愣着做什么？快随我诛杀这些以下犯上的凡俗武夫！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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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以武伐仙，不过镜花水月，我不干！若我也有灵根，若我也有仙道资质，我也能成为世人眼中仙。世间事向来不如人意，今日诸位皆是为大义而来，不该就这么命丧于此。天魔解体！好快！你怎么又变强了？3匹，不止，这已经像是武圣人了。不对，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要此时必杀？事已至此，杀永和帝已然是一场不可能成功的计划。那么，我如今能做的，便是在其他事情上下功夫。人怎么能有种成这样？宗主与长老们的神像啊！不对，他在阻止皇帝拜仙门。凡人渡神辱仙，是为大不敬，当受五雷轰顶，形神俱灭。又是那个声音。当入九幽冥府，永世沉沦。永世沉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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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世沉沦。装神弄鬼，你们算是哪门子仙？尔等只是披着一身仙人皮，以仙人之名自美的异人。这世上根本没有仙，只有一群坐在神坛上的异人啊！一群脑子与常人有异，不把人当人的异人。哼！你找死！今日纵死，也要给尔等伪仙敲响丧钟。那本仙就成全你。永和帝，你这是何意？玄天宗的众仙，在拜仙之前，可否先让我问几句话？长老未言，便是准许了。哼，狗皇帝这时候出来做事。乔主，你似乎不是武圣人的部下，那你为何而来？哼，都说了，是为了杀你而来，更是为胸中一口义气而来。武圣人这样的人物死了，武集会的人都人心崩溃，如丧考妣，不能再战。而你作为大炎皇帝，全天下的人都会看着你，若你也跪了，只会上行下效，人心涣散。你若要跪，不如死了痛快。你是真想让我死啊？可连武道扛鼎的武圣人都死了，你逞着血气之勇又有何用？死者已矣，生者就要自暴自弃吗？武圣人死了，若按他的逻辑，那就怪他弱，怨不了别人。这一代的武道魁首不行，那就下一代，再下一代。若是前人都不敢牺牲，只知妥协跪拜，哪还能指望后人有硬骨气？从今以后，就由我来为武道扛鼎，
就由我来当这武道魁首。就你，武道扛鼎者做我仙门阶下囚，倒是般配。独木不成林，我若不行，千百年后同样会有后来者，迟早能赶上你们一人。不，但我不用，只要我死，便可飞快缩短这差距，结束此界子民受一人荼毒剥削之苦。这种感觉。食人无间。永和帝可以驱使人王剑了，他竟敢带着人王剑了！人王剑又是什么？这么厉害，甚至能影响仙法？太祖保佑，朕赌对了。大燕王朝太祖从马背上夺天下，不仅拥有当时最强大的军队，他自身也是当世第一武夫。太祖逝世后，他的佩剑便成了供奉在庙宇中的人王剑，与传国玉玺、九州鼎一般，成为了人族共主、王朝皇权的象征，承载着大燕的气运、国运。朕今日若是无法唤醒人王剑，那便是穷途末路，别无选择。但现在，朕要看看仙门对沾惹帝王气运这回事有多忌惮了。这就是永和帝的依仗，倒是小瞧了他。那把剑本身只是凡物，只是多年受香火祭祀，沾染了人间帝王气运。帝王气运本就虚无缥缈，沾惹了也不一定会怎样，未必会影响我辈修仙者的寿数。那你去试试。永和帝拜仙仪式事关香火大业，不可半途而废。赤阳，动手！长老，我……玄天宗诸位道友，别来无恙啊！中州大道宗的青衣道友，这时候来必然不是巧合，我们抢先让永和帝拜仙门的事暴露了。9大仙门各居一州之地，建立道观庙宇，接受各州民众香火供奉。而大道宗则是宗门底蕴最为深厚、受最多香火的中州仙门。瞒天过海一侧败露，那在中州的掌教和天无境定然也危险了。怪不得那小子能坏了掌教的仙人像。诸位道友，贫道也不说废话。贵宗掌教在中州做的事已经败露，几大仙门都已知晓此事。永和帝拜仙一事到此为止。我们掌教现在如何？此事作罢，你们掌教自然就酣然回来了。你一开始就不打算办？身为国君不得下跪，只是不得不为之。人王剑的现世朕的确没有把握，这次是运气使然。人王剑被唤醒，或许和此人有关。永和帝，拜仙仪式到此为止。此事乃玄天宗中人妄自行动，与我等仙门无关。你可愿与我一同返回中州帝都？总算是不用跪了，如此便有劳仙长。皇帝留了后手，莫不是他早就暗中知会了大道宗和其他仙门？喂，你们是不是忘了什么？此人亵渎仙神，当诛！太好了，是天行，我的分数有救了。仙长们，且慢！你想保住此人？人间的帝王自以为气运加深就今非昔比了吗？别忘了，来日方长。我乔中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何须他皇帝来保？我只恨没能早日撕破尔等一人的真面目。说归说，闹归闹，别拿救我开玩笑。此人密谋弑君，按大燕律法，自当打入天牢，再斩首示众。差点对永和帝改观了，没想到这人真是个好人呐，根本没想着保我的性命。我今天必须死。如此也行。等入了帝都，劳烦青衣道友代为监督，也正好警告世人，亵渎仙神铸下大错，不可活。道友放心，自继位以来，还是第一次能当面与仙门众人讨价还价吧。
老天爷，竟然能同时见到这么多位仙人！快掐掐我，看看是不是做梦！祝仙人们先福永享，寿与天齐！这个恶徒乔中胆敢冒犯仙人，仙人还留他一命，仙人真是大善。恶徒该打！恶徒去死！恶徒去死！恶徒去死！九大仙门聚了2个，必然不会有好事。我等这种遵循古法修行的修士，可不兴卷入其中。乔木，刚才那人好看吗？那人受了伤，看不清，但是模样应是很俊的，好像和你一样姓乔，叫乔中吧？你可认得啊？你这眼睛并非是凡物，哪怕你已入仙道，睁眼对于你来说还是有负担的。这不，平地都能摔了。受伤了，他又做了什么？沧海桑田，变幻无穷，他的生机未断，一定还能再见。师妹，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那人你认识吗？不认识。哦。义父，不必叫我义父。这世上已经没有无圣人了。吴奇正，我早就说过，正就是你的致命弱点，所以你必然会用血肉百变伪装成我的模样为我赴死。义父，我不明白，齐正的牺牲值得吗？您为何不亲自入仙门，强杀了那永和帝？杀了这个永和帝，还会有下一个。既然如此，不如以武圣人之死为武道争取时间，找出战胜一人的法子。以奇门鬼术行堂堂正道，一来能借此窥探一下玄天宗长老的实力，那么牺牲就是有价值的；二来武圣灵袭诀目前处于瓶颈，尚需时间继续推演。只需蛰伏，又何必假死？那些参与刺杀的武集会成员都……这片武林不需要什么武圣人。我等了40年，这片武林虽然炼金武者的数量远超以往，但并没有诞生堪与我比肩的武夫。武圣人死了，死了呀！我的武道还有何未来？世人只知盲目慕强，我的存在已经成了阻碍。武林需要的是超过我的强者。义父是想刺激武夫自强，可是万一适得其反，那谁知道呢？再坏也不会比武圣人镇压武林这40年更糟糕了吧？义父说笑，武道有您才有今天。另外，乔中此番生还，武就会和他有约定，但他此刻应已进了中州帝都的天牢，想要将功法送进去给他，有点麻烦。我不食言，这功法要送，还得送合适的。这种悍不畏死的武道种子，或许可以试一下其他武道的入道可能。等等，天牢，你这样，他会死吧？你觉得他怕？是。最近的事情你做得不错，及时让大道宗的暗子行动，让那青衣道人赶到了南州。我不在的时候，由你执掌吧。遵命。齐正，你总说我和义父像，说我是小武圣，早晚能承接他的衣钵。可我穷尽心思也猜不中义父的心思，他的布局，他的决断，从来都不是我能看透的。王颂和，见了旧时不给杯茶吗？你果然没死，茶水是给客人的，不请自来，算什么为客之道？道，当年我弃官练武，你王仙和也弃官投身仙道。40年过去，我是真武圣，你是假城主，你的道在哪儿？你这样可得长生？我要长生何用？我只修术法不修仙，仙道强我就修仙，武道强我就练武，所求不过是盛世太平，民富国强。你武道天赋平平，仙道你又不会捧臭脚，
终此一生也不过如此了。那确实比不上你手染鲜血，不变小半个武林后，假借刺杀皇帝，实则假死偷生。世间能比我拳头硬的，也就你这副铁齿铜牙。什么东西？你的拳头。玄天宝经，这是玄天宗修设的筑基道经啊，还有仙门符箓法宝。这些年我斩杀的仙道修士不多，但凑出一点仙道传承还是可以的。这些东西可比你练的那些半吊子道法要强多了。多少武夫愿意给仙人道观开门打杂，只为了有朝一日能获得这些，这理可太重了。别误会，依然有凡人王朝气运一说。据说人间帝王自有气运在身，所以帝王不得长生。纵使帝王修道，也是水中捞月。你哪怕修道有成，将来若是成事，也活不了太久。这点东西，就当做你日后的坟头贡品。既然如此，那借你吉言。痴儿，修仙道以治一人，这条路需要极其漫长的岁月，受气运所限，想来你也走不通此路。若能开化明智，何愁一人污名？你的武道靠人命去换时间，我修仙道为百姓争朝夕。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死的那人是谁？一个故人。只要我的死能让你最终得利，就是堂堂正道。我早说过了，即使我死了，也绝不是为你而死。哪怕你是我的生父。血肉百变推演到最后，可以分出血肉，伺机重生。虽然实力实不存疑，但也因此瞒过武圣灵犀诀直觉感应，推演完善的血肉百变，我已事先交给了乔中，希望他能意识到这门秘法的不凡。若是日后能成为乔中或者其他乔家人杀死武圣人的助力，那就再好不过了。嚯，武奇正这门功法真是妙用无穷啊！什么眼神？把我当脏东西了是不是？你这养的野猫倒是颇有灵性，从哪儿来钻进这天牢来的？还有高手。